校霸当着全班同学拍了班花女友的屁屁，我不但没动手，反而转身离去。可女友却跑过来说我是个胆小鬼。面对指责，我只是无意的笑了笑。绿茶妹，你以为还是上一世呢？前世我奋不顾身上去把校霸胖揍了一顿，却不料他整天和别人说我是舔狗，甚至还联合校霸在老师面前狠狠地告了我一状，让我不仅背了处分，还错失了高考的命运转折点。最可笑的是，高中毕业之后，他居然和校霸在一起了，甚至还结婚了。而现在我都重生了，怎么可能还会为了你搞乱自己的名声和未来呢？此刻老师的办公室，听着俩人的说辞，我竟觉得搞笑。上辈子我已经很努力的反驳，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起初自己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老师不相信我，但是后来才明白，从一开始，这个所谓的问话就是走个流程。赵天磊是教导主任的儿子，班主任肯定是知道的，所以这件事自己再多的解释也没用，对方也不会受到处分，而且陈思柔根本不站在自己这边。我知道了，你们两个可以先回去。果不其然，班主任宋文博得到了陈思柔的回答之后，当即点头道：林一飞，怎么说你呢？学习成绩也不差，怎么能在高三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哪怕你喜欢陈思柔，也可以等毕业之后再去追啊。你这样直接打人是不对的，你知道吗？这件事处罚已经落实下来了。你写一篇1500字的检讨，然后全校通告处分。接下来还有100多天就高考了，要因为这种事情耽误了自己人生。而我则是面无表情的开口道：我要拒绝。听到这话，班主任宋文博顿时就上头，他瞪大眼睛道：你说什么拒绝？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误吗？打架本来就是不对的，而且在这高考的关键时刻，人家家长没追究你的责任已经算是好了。而且我跟你说呀，不管你写不写检讨，反正都是要处分的。你要不愿意承认错误，那我只能请家长来了。此刻我却笑了。随后班主任就在电脑里打开学生的家长信息记录，找到我母亲的电话，便直接打了过去。说实话，我还真的不在乎。相比自己上辈子忍受的那些委屈，甚至连高考都考砸了，那才是真的对不起父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自己的脚步了。反正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可能检讨错误的。还是那句话，我没错，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老师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反正爱处分不处分。说完便直接转身就离开了办公室。开什么玩笑，我堂堂一个重生者，还怕你这个？现在既然重生回到了高三，我绝对不会再低头认错了。而且当年自己高考失利落榜，整个人遭受了重大打击，现在那些高考题目还历历在目。我发誓那些属于自己的荣耀我要全部拿回来。当我回到班级时，全班都沸腾了。怎么样？几个关系好的同学都围了过来，纷纷询问我情况，而我则是笑道：还能怎么样？让我写检讨道歉，然后处分全校通告批评呗。不过我跟老师说了，我不可能写。说完便坐了下来，拿出书本，准备好好复习巩固一下知识。旁边的孙斐竖起大拇指笑道：牛逼！你说不写检讨，那老师怎么说？我无所谓的语气笑道：喊家长呗。然而陈思柔听到这话反而紧张起来了，她当即走过来拉着我来到了走廊外。陈思柔担心的劝说起来：你怎么能拒绝老师的要求？你不写检讨，要是把事情闹大了怎么办？我知道我撒谎你肯定生气，对不起吗？我也不想他，但是你想一下，我们两个一起被罚，还不如你一个人被罚，不是吗？你是想我也被罚才开心吗？陈思柔露出了楚楚可怜哀求的样子，希望能够说服我把这事承担了过去。上辈子我就是因为他的劝说，最后自己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成了彻头彻尾的一个二逼哥。但是这一次，我又怎么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我要还是拒绝呢？而且你不是不喜欢赵天磊吗？怎么还帮他？陈思柔着急的解释起来：我没有帮他，我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得太复杂。你要是不想写检讨，我可以帮你写啊。你跟老师认个错，这个事情不就过去了？难道非要大家都叫家长才行吗？陈思柔忍不住拉着我的手臂，眼底满是哀求。她可怜兮兮道：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被我爸妈知道，你帮我一下，我可以答应你。我顺应的笑道：答应我什么？陈思柔咬着嘴唇嘟囔道：你不是喜欢我吗？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我顿时就笑了，抱歉，这个机会你还是留给别人吧。说完我就转身回到教室里。上辈子我瞎了眼，难道我这辈子还要继续当瞎子？再说了，我要追也要追真的白月光啊，谁选你这个白莲花？突然我眼底一亮，这个时候那个女孩应该还在隔壁学校被欺负吧。没过多久，班主任又把我叫去了办公室。此刻看到妈妈有些心情复杂的看着自己，显然她也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居然因为早恋的事情打架。毕竟那么久以来，我都属于那种比较乖巧听话，学习成绩也一直优秀的孩子。你的事情我已经跟你妈妈说了，你自己跟她解释清楚吧。妈妈何雅琴叹了一口气，拉着自己的孩子在办公室的角落询问起来。妈，是这样的，我直接凑在妈妈耳边小声解释了起来，最后还拿出了手机，打开陈思柔给自己发的那条短信。妈妈也是气坏了，这弄了半天自己儿子是被冤枉的。妈妈何雅琴生气道：这个女孩怎么能撒谎呢？妈妈当即就拿着这手机递到了班主任宋文博的眼前，反驳道：这个事情我儿子还真的没撒谎，也并不是看到朋友圈过去的，就是这个女同学自己说自己被骚扰了，我儿子是看不过眼才过去的。班主任宋文博也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聊天记录。不过他当即一咬牙道：这个撒谎的事情确实是不对，不过林一飞打人是事实，而且被他打的那个还是体育生，人家要是手脚受伤了，考试不就耽误了吗？随后班主任宋文博又对着我教育了起来：林一飞，老师只是让你检讨自己打人的错误，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能打人，对不对？陈思柔撒谎，老师肯定也会教育他。抛开这些不谈，但是你也有错不是吗？我笑了笑回道：哈哈哈，
抛开这些不谈，真牛啊！谁能想到一个老师还能说出这种话？老师，抛开事实不谈，我有没有可能是秦始皇？错本来就是他们，凭什么就罚我一个人？要不干脆3个人一起处分，一起通告，我无所谓的。班主任宋文博被气急了，你看看这孩子，犯了错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还敢跟我顶嘴？我看啊，1500字的检讨都不够，你起码要写3000字检讨，还要全校通告批评，你这一点悔过的意思都没有。而我却反驳着笑道：老师，反正赵天雷肯定不会被通告处分，对不对？你确定你配当老师吗？听到这话，班主任直接站了起来，怒喝道：林亦菲，你现在连老师都敢骂了是吧？你看看。班主任宋文博对着旁边的学生家属批评道：你也看到了，这孩子现在是什么态度？这事我也不想处理了，直接去教导处吧。去教导处有什么用？你以为我不知道？赵天磊就是教导处主任的儿子，他还能让自己儿子吃亏不成？这话一出，彻底炸了。半个小时之后，在教导处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刘强板着脸批评道：刚才你们在老师办公室那边的话我都知道了，你就是林一菲的家长是吧？这个事情咱们先不说谁对谁错，就说一个态度问题，而且他还顶撞老师，他班主任都被气得心脏不舒服了，这像话吗？还说什么我能让我儿子吃亏吗？我儿子要是犯了错一样批评，一样骂一样打，这臭小子我回去就揍他一顿。但是我话说在前面啊，林一菲必须给老师道歉，必须全校朗诵3000字检讨，他这种情况已经太过恶劣了，如果不能认识错误，不能改过自身，那咱们学校也教不了他了。听到最后一句话，妈妈何雅琴瞬间担心了起来，主任你这什么意思？要开除我儿子吗？这可是都高3了呀。主任刘强坐在那没好脾气的批评道，你看看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还说什么不配当老师，这种学生你说我们要怎么教？不是我们不想教，是真的无能为力。妈妈何雅琴解释道，我知道孩子脾气是有点犟，但是话还没说完，我突然脱口而出道，妈，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行就转学，反正1中我也待腻了，隔壁的2中也不错。主任刘强也是被气得要死，他忍不住指着我骂道，你看看你看看林亦菲妈妈，我现在最后给她一次机会，要么认真的检讨自己错误，要么退学。我笑了，这狗屁的1中我还不念了呢，这件事传出去之后全班都沸腾了，你疯了？转学？现在转学那你高考怎么办了？不行就写个检讨认个错。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都纷纷过来劝说，毕竟高考可是决定人生的大事。刚才班主任跟我说了，你要是愿意写3000字检讨，然后处分，再给他道歉这事就算了，不然咱们班化学课都没得上。刘子言无语说道，就是你打架被处分就算了，干嘛还连累我们？你就不能道歉吗？凭什么全班都要因为你没法上课？人家陈思柔都说了，本来老师都不生气了，你非要跟老师吵架，而且你这样不是害得陈思柔也要被处罚吗？你一个人被处分不行，现在陈思柔都要喊家长了，你就开心了？你看陈思柔都哭了，她说她爸妈已经在来学校的路上了，你还是男的吗？你怎么能让女孩子哭呢？就在此时，突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副校长郭海波咳嗽了2声，然后开口道，谁是林亦菲？出来一下。同学们全都表情复杂的看了一眼我，随后我便来到了走廊外，单独跟副校长郭海波沟通。本以为是来友好协商的，可没想到却是一顿输出，说什么老师即使冤枉了你也不能说老师的不是，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几个成绩就觉得不得了了？紧接着便是怒喝道，我们1中根本不缺你这样的学生，你要是不想念那就别念了。而我则是面无表情的回答道，好的。副校长郭海波顿时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混蛋的学生，于是直接怒骂道，退学吧。而此刻陈思柔的家长也终于到了，但第一时间居然不是批评教育女儿，而是为女儿撇清所有关系，然后板着脸一手指着我，你算什么东西？还说我们家孩子撒谎，老师依我看要把这孩子给调走，可不能让他跟我们家思柔一个班了，我看他还骚扰思柔。当我妈妈听到后气不打一处来，正准备反驳时，我却直接说道，我退学。妈，你不用担心，退学之后我学习成绩只会更好。此刻旁边的物理老师秦淑慧叹了一口气道，本来下个月还有一个物理竞赛，准备推荐你去参加的，这次的竞赛是个很好的机会，以你的水平一旦考出成绩了，说不定还能在高考加分，一个班就一个名额，你要退学了，这个名额就只能给别人了。陈思柔的妈妈厚着脸皮笑道，老师，那个竞赛还能高考加分了？那你看我们家思柔怎么样？要不让她去试一试？物理老师秦淑慧尴尬的笑了笑，那个她物理成绩一般般。2天后我拿着退学申请书找到了班主任签名，你呀真的是害了自己一辈子。班主任宋文博忍不住批评道，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学生的，亏你成绩还不错，化学竞赛我本来还要给你报名的，你看看。我无所谓的开口，老师，你要是现在跟我道歉，我可以考虑留下来帮你参加化学竞赛，拿了奖还可以写上你的名字。班主任宋文博顿时脸都黑了，走走走，当即就在退学申请书上面签了名，你拿着这个去教导处让主任签名，然后交过去校长办公室就可以了。片刻后我来到了教导处的办公室里，退学是吧？随后便在退学申请上签了字，签完字后还不忘嘲讽我几句。最后我到了校长的办公室，不过这次我找的是郑校长。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口道，校长好，我是林亦菲，申请一下退学，麻烦您签字。我把申请表格递了过去，校长刘沈云皱起眉头，看了一眼表格里的申请理由，因与老师发生冲突，无法学习，申请退学。你就是那个顶撞老师的学生是吧？可惜了。校长刘沈云也是觉得可惜了，难得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就这样退学了，但是对方这种打架斗殴还跟老师顶嘴，甚至都不把主任放在眼里的学生，确实是留不得。我嘴角微微上扬，突然灵光一闪道，校长，听说1中要申请省重点示范性学校，如果需要我的话，只要让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他们给我道歉，我应该会考虑一下。而此刻校长刘沈云白了一眼我，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跟自己提要求的，简直是极度嚣张。滚！没大没小，顶撞老师还敢让老师给你道歉，当即就签名
同意了退学。回到教室，我收拾好准备走时，同桌孙斐叹了一口气，感慨道：“废了，以后抄作业都没人抄了。”我白了一眼，笑骂道：“你特么就知道抄作业，不能自己学一下吗？”孙斐解释道：“我学废啊，可还是不废有什么办法？我记得上辈子孙斐是自己少数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甚至自己因为高考考砸了，最后两人还碰巧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而且也是孙斐跟自己说发现陈思柔和赵天磊谈对象，反正毕业没多久就传出两人要结婚的消息，两边都邀请了不少高中同学去参加，最终自己却成了唯一的小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滑稽可笑。而此时孙斐偷偷看了一眼远处的陈思柔，然后小声的吐槽起来：“听说陈思柔的妈妈还过来班里跟其他同学打招呼，让大家看着点，别让你再骚扰陈思柔。”闻言此话后，我笑道：“无所谓，反正我要转学了。”终于放学的铃声响起，所有人都开始收拾东西，而我也要离开这个学校了。我转身走出教室门口，却被喊了一声：“喂！”此刻陈思柔犹犹豫豫道：“我并不是想害你的，我只是……”他看着我最后闹的退学，良心似乎还有一点过意不去。我回过头来看着陈思柔，面无表情的开口道：“说实话，你跟老师撒谎的时候，我确实很生气，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陈思柔想要哭的委屈道：“不是，我怎么可能故意害你？”我看着眼前这个女同学，内心再也没有当初的那种喜欢。对方解释也不过是掩饰罢了，本质上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甚至忍不住骂道：“你也是贱，居然跟赵天磊一起，互删吧！”说完便转身就走了。这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好久好久，就连两人结婚的时候，我都幻想过无数次去骂，但终究只是幻想。没想到今天居然有机会说出来，果然重生回来是真他妈的爽，老子再也不用憋屈的活着了。回到家里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登录一中的学校贴吧，找到了自己的帖子。非常抱歉，因为私人原因，小友退学只能暂时暂停更新了。我重生回来的这几天，利用空闲时间在学校的论坛里发了一个贴吧小说，本来是逗着玩，看看有没有写小说的天赋，可万万没想到转学却来得如此突然。既然都要离开一中了，就没必要继续在贴吧更新了吧。为此我特意在上面给自己的读者们致歉。看到停更消息后，帖子里出现了大批的粉丝留言：“怎么就暂停更新了呀？希望能早一点恢复更新。”我看着这些留言顿时笑了，看来自己还是有几分天赋嘛。一眨眼来到了周一，我也顺利的从一中转学到了二中。虽然二中师资力量和一中相仿，但是升学率却稍微差了一点。此刻正在开车的老爸板着脸道：“你呀还真能折腾，把你爷爷都吓了一跳。还好人家二中说可以收，不然腿给你打断。”转眼车子就来到了二中门口，因为我学习成绩还行，没多久便办好了转校流程，甚至连班级都分配好了。高三4班是二中的理科重点班级，班主任梁雨婷是英语老师，主任带我找到了高三4班班主任梁雨婷，和班主任介绍完我的光辉历史后便转身走了。而我却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老师，我想坐在温梦琪旁边可以吗？”此时班主任梁雨婷愣了一下：“温梦琪，你认识她？我以前的同学认识。”班主任梁雨婷也是笑了笑道：“行。”聊着聊着就来到了班级门口，发现数学老师正在里面让学生做卷子，他礼貌的点了点头，然后带着我走进了班里，对着同学们笑道：“给大家介绍一下班里来的转学生。”说完，班主任梁雨婷就让我自己上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林一飞，学习成绩一般般，不过品德兼优，但从不打架。”此刻站在旁边的班主任闻言却险些笑出声来，随后便说道：“以后林一飞就转学来到我们班了。”他暂时坐在温梦琪的旁边。话音刚落，一个戴着眼镜呆呆的女孩抬起头瞄了我一眼。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温梦琪，不过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温梦琪很拘谨胆小的感觉，在班里属于那种话少，不怎么懂得外交，甚至可能还会被其他同学欺负的那种女生。这种女孩子往往在班里是非常低调，没什么存在感，但是毕业之后大家回头一看，又会发现居然看走眼了。许多同一届的校友，甚至同班同学都炸开了锅，就连她这种一中毕业的都听到不少消息，可见当时温梦琪的名气有多高。此时我主动的走了过去，然后帮忙把自己课桌椅都搬到了温梦琪旁边。坐下后，数学老师顺便也给我发了一张卷子：“你也做一下吧，明天上课的时候会讲。”好的，老师。谁也没料到下课铃声响起之后，我这个转学生瞬间就成了动物园被围观的动物，甚至隔壁班的学生也都来到了走廊里看戏，一顿指指点点：“是不是就是他？我刚问了在一中的表哥，听说是跟体育生打架，然后又跟老师顶嘴，最后不得不退学的。不对，好像是因为追女生才跟别人打架，结果那个女的根本不喜欢他。”哈哈，笑死，那岂不是舔狗？我万万没想到自己都转学了，但是因为陈思柔导致打架的事情，还是背负了一个舔狗的名声。此时物理课代表魏英杰主动上来打招呼：“同学，你在一中打架退学的，猛啊！”一个长得还颇为好看的女同学走了过来，沈新月开口笑道：“魏英杰，你不知道了吧？人家追一中的校花，还为了这事把体育生给打了。据说那个体育生还是老师的儿子，所以他才被迫退学的。对了，其实我认识陈思柔。”我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个新同学：“你认识陈思柔？”我跟陈思柔以前是小学同学。随后我撇了撇嘴道：“那这学是白转了，难怪自己从一中转学过来屁股都没坐热，就被揭了老底。”沈新月眨了眨眼睛，突然期待地问道：“你要不要试试放弃陈思柔来追我呀？”旁边的同学都笑了出来：“你不是有郑岩松了吗？”沈新月反驳着笑道：“我又没答应郑岩松，而且我喜欢学霸呀，人家一中年级前10耶，来到我们学校肯定前3，而且我觉得他挺幽默的，明明是学霸，自我介绍的时候还说学习成绩一般般，明明是打架退学，还说从不打架。”沈新月满是期待地看着我：“怎么样？或者我追你也行，我感觉你应该是我的菜，而且我跟陈思柔不一样，要是有人能为我打架，我要感动哭了好不好？”我仔细地打量着沈新月，还别说，在高中生里对方确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小美女了，以后上了大学稍微打扮一下肯定是班花级别的。然而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声音出现：“不就是一个舔狗，人家根本不喜欢他，他还去帮别人打架，最后闹得被处分退学，傻不傻？”
打呀！郑岩松瞥了一眼我，然后一副警告的样子，你最好离沈星月远一点。说完便就带着一群同学抱着篮球出去了。如果是上辈子，我可能还真的会被对方这牛逼哄哄的警告给吓住，毕竟对方这一副不良少年的姿态看起来就不好惹。但现在看到这种牛逼哄哄的学生，都有种滑稽的感觉。说实话，念书的时候班里很拽的那些人，毕业之后你再去看会发现其实也不过如此。而长得漂亮的女同学一般也都离婚带娃，或者直接嫁给了有钱的大叔。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一眼在旁边呆呆低头写作业的温梦琪，还是自己的呆萌小富婆好。随后我便直接趴在桌子上试探性的问道：“你呢？你也认识我？”温梦琪呆滞的愣了一下，随后开始摇了摇头：“那就好，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林亦菲。”温梦琪有些紧张的看着这个转学生，又看了一眼刚走出去的郑岩松：“你会打架吗？”“我不会啊，他们乱说的。”“那你小心点。”“为什么？”温梦琪有些担心的开口道：“因为郑岩松可能会打你。”此时我呆了一下，郑岩松是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吗？温梦琪很认真的提醒道：“真的，因为郑岩松喜欢沈星月。”而我却是不紧不慢的说道：“没事，不至于。你有男朋友吗？”突然的一句让温梦琪愣了一下，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个转学生，然后摇头表示自己没有。紧接着我眼底一亮的追问道：“那我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温梦琪吓了一跳，瞬间面红耳赤，紧张的口吃道：“我那个有一个题不会，我去找老师问问。”然后温梦琪就拿起一张数学卷子走出了教室。看着温梦琪这样的性格，估计还没有被男生表白过，更不可能遇到像是自己这样直接的，肯定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有种特别期待的感觉，也许二中的生活真的会非常有意思。一直到课堂的铃声响起，温梦琪才紧张的回到了班里，她甚至头都不敢抬起来，直接抱着卷子就回到了座位上。显然对于刚才类似表白的话语，又紧张又腼腆害羞，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随后英语老师走进来教室，抬头看了一眼我，表情严肃的开口道：“刚才我听说有人在说新同学的闲话，我不管以前怎么样，但来到了我们班级，就是我们班的一员，我不希望大家在背后议论自己的同学。好了，我把卷子发下去，今天做阅读理解，做完我来讲解。”显然英语老师梁雨婷也是听到了一些关于我转学来的一些坏话，所以上课的时候特意批评了这些人。课堂过程中，我惊喜的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英语水平完全碾压了同级别的高中生。虽然高考的时候我考砸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学的时候也是考过英语6级的人，所以无论是词汇量，还是说各种语法结构，英语的写作能力、阅读理解等等，都要比普通的高中生要强出太多了。一张阅读卷子做下来，自己只错了一道题。上辈子自己发挥失常，英语只考了112分，如果是正常发挥可以考到125左右，但是这一辈子我感觉自己有很大把握拿到140分以上的分数，毕竟自己有2大先天的优势。第一，大学的时候为了英语考级考研，苦读背诵了许多单词；第二，自己甚至还知道高考题目。讲台上的英语老师梁雨婷突然开口道：“好了，答案大家也对了一遍，一共25题，错了5题以内举手一下。”哗啦一下子，不少同学都举起手来。我扫了一眼一个班级48个人，有8个人举起手，意味着这些人只错了5题。看来重点班级的水平确实跟一中差不是特别多，错了4题以内的。这话一出，有3个人放下了手，班里仅剩下5个人举起手来，这些都是班里英语水平拔尖的同学了。然而让我有些意外，刚才主动搭讪自己的那个女同学沈星月也举起手，看来对方的英语成绩实属不错，错了3题以内的。剩下的5个人居然只有1个人举起手来。英语老师梁雨婷笑道：“沈星月，你错了几题？”“老师，我错了2题。”英语老师梁雨婷点头笑道：“不错，这一份卷子的难度还是挺大的，都是我从历年的高考真题里抽出来的。”梁雨婷最后突然又看了一眼我，好奇地问道：“林亦菲，你英语成绩应该不差才对，你错了几题？”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朝着我望了过来，等着我回答。想着刚转学应该还是低调一点，然后我随口应声道：“老师，我错了挺多的，没发挥好。”“没事，你同桌温梦琪的英语不错，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我眼底一亮道：“那太好了，我太多不懂了。”温梦琪顿时紧张起来，心虚道：“老师，我不太会教人。”显然刚才我把他吓住了，他甚至现在都不敢望向旁边的我。沈星月却主动笑道：“我可以啊，老师，我是英语课代表，我可以教新同学的。”说完后，沈星月就对着我眨了眨眼，露出了一个自认为迷人的微笑。紧接着我笑道：“不用了，温梦琪教我就行了。”然而就在此时，郑岩松坐在那吊儿郎当的开口道：“还说是学霸呢，也不过如此。这种卷子错了5题以上的，考试成绩估计都考不上120吧？我还以为一中的前10有多厉害。”沈星月无语的白了一眼郑岩松，这一听就是故意针对新同学，那人家是总成绩又不是单科成绩，说不定他数学好呢，语文好呢，你不也是偏科？好了好了，一中是一中，二中是二中，我们二中本来就不比别的学校差，大家也别妄自菲薄。提到这事，我想起来了，刚好下周有一个英语口语比赛，每个班级有3个名额，想去的找我报名。这次的竞赛是全区统考的，需要超过高中词汇量才能报名，考的是学生的课外积累。如果考试拿到了名次，不仅有奖状，还有奖金呢，表现好了还能为咱们二中争光。听到这话，我突然来劲了，当即就举手喊道：“老师，我要报名！”郑岩松调侃道：“一个班就3个名额，连自己班都比不过，怎么跟全区比啊？老师，你要把名额给他的话，那对其他同学来说就不公平了。”此刻我好笑道：“我怎么感觉你在针对我？这个同学，我没针对你啊，我意思是只有3个名额，那肯定要筛选一下呀。而且老师刚才都说了，也是为二中争光，肯定要选优秀的人去。”英语老师梁雨婷笑道：“这样吧，先看看有多少人报名，如果刚好3个就没必要竞争了，如果报名的人多了，我们就筛选一下。这件事就这样。”梁雨婷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走到我的旁边问道：“你卷子我看一下。”大概因为我是转校生的原因，所以梁雨婷也不太确定我的英语水平，想
想看看我做的到底怎么样，也知道后续怎么去帮助我提升成绩。我愣了一下，回道：“在这呢，老师。”口语竞赛季的选我很强的。班主任梁雨婷笑道：“再看看吧。”然而下一秒，梁雨婷翻了一下卷子就愣住了，整张卷子居然都是对的，只有一个选择题错了。你不是说做错了很多吗？我怎么看到你卷子只错了一个呀？此话一出，班里的同学瞬间都瞪大了眼睛，纷纷的朝着我望了过来。而我一脸真诚叹息道：“老师做错一题对我来说已经是难以接受了，没有全对就是失败。”哗啦一下子，班里的同学直接炸开锅了。英语课代表沈新月更是激动的捂着嘴巴：“好牛啊，果然是一中学霸！”郑岩松嘴角微微抽搐，看了一眼自己的卷子，咬着牙说道：“真会装。”英语老师梁雨婷忍俊不禁的对着我笑道：“你这孩子真的是，让你举手你怎么不举手呢？做得不错，继续努力。”看到我的卷子后，他一下子心就定了下来。本来一开始教导处那边就说是个学习成绩拔尖的尖子生，刚才他还真误以为对方是英语稍微弱一点，其他科目会稍微强一点。现在看来，至少英语水平还是很出众的。我刚把自己的英语卷子收起来，身后就听到了一个女同学在抱怨：“怎么停更了呀？沈新月，你上次介绍的那个一中的贴吧小说停更了。”两个女同学瞬间围在沈新月旁边议论起来，就连温梦琪都掏出手机点开贴吧看了一眼，果不其然看到了停更通知。我有些好奇的问道：“你也看？”温梦琪咬了咬牙，小心翼翼的点了点头：“怎么样，好看吗？”温梦琪又点了点头：“好看。”我顿时心满意足的笑了出来。其实我觉得也就那样吧。然而这话一出，就被坐在前面的同学蒋世奇听到了。蒋世奇转过身来看着这个来自一中的转学生学霸，然后好奇的问道：“你不是一中过来的吗？你知道是谁写的这个小说吗？”我惊讶的反问道：“你也知道？怎么你们都在看吗？”温梦琪小声的回答：“罗老师介绍的。”罗老师？蒋世奇解释起来：“就是我们语文老师，好像是前天还是大前天，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嘴，说一中贴吧有一个小说，写的还挺有意思，我们还有点好奇，就都去看了一下，还真的好有意思啊！你们一中真的是人才杰出，居然还有人会写这种小说。”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呢，我就说自己这小说怎么会那么多人看，原来是老师推了一手。我嘴角微微上扬，看来待会语文课要问问老师的意见，如果没问题的话，自己就去网上投稿成为签约作者。就在此时，沈新月突然大声地喊道：“新同学林一飞，你认识你们一中贴吧写小说的那个人吗？”突然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显然都很好奇，毕竟是一中年级前10的学霸，说不定还真的认识。我微微笑道：“认识啊。”话音刚落，好多同学都兴奋了起来。我感觉拍电视剧出来肯定能火，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类型的小说，感觉作者太有才了。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然后笑着声道：“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回头我帮你们问问他什么时候恢复更新。”面对这大群的书迷粉丝，我还真的第一次感受到了写小说的魅力。我甚至故意看了一眼旁边的呆萌的富婆同桌，发现温梦琪也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的看着自己。回头问清楚告诉你们。众人只能叹了一口气离开。不过这也算是个好消息。此时上课铃声响起，这一节正是语文课。随后语文老师罗文轩就走进了教室。新同学在哪？在这呢。我当即就举起手来。语文老师罗文轩点了点头道：“一中的成绩榜单我看了几次有印象，你语文是弱项对吧？”“对的老师，其实我确实是语文成绩最差，主要是文言文学的不好，然后阅读题也不太擅长。高考的时候那么多科目，就语文发挥是正常的，但也仅仅是114分而已。”随后老师正在课堂上讲着课，而我却转头对着同桌嬉笑道：“温同学，你的字真好看，清秀端正有气质，跟你人一样。你摘掉眼镜应该很好看吧？”温梦琪腼腆地咬了咬牙，她根本没有被男生追求的经验，这还是第一次，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只能一直低头假装听不见。看着没有回应且认真学习的温梦琪，我也没再好意思打扰对方学习，随后便拿出手机就写起了小说。此刻终于下课铃声响起，语文老师罗文轩走了下来，低头看了一眼正在玩手机的我，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你刚一直在玩，玩了一节课。”突然周围的同学都一副看戏的样子，其实他们坐在旁边的人都看到了，这个一中转学过来的学霸上课一直在玩手机，果然还是被老师逮住了。我点了点头回道：“我不太爱上语文课。”语文老师罗文轩板着脸道：“出来！”班里同学瞬间就炸了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另一边的走廊外，语文老师罗文轩板着脸道：“为什么要玩手机？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语文成绩是短板，难道不想补一下？”我抿了抿嘴笑道：“老师，其实我语文不是短板，我故意的，我就想申请一下，以后上课能不能让我写东西？”语文老师罗文轩皱起眉头：“写东西？什么意思？”我把手机递了过去，老师接过手机看了一眼，顿时愣住了。这个不就是……等等，这是后面的剧情。老师，一中贴吧那个小说其实是我写的，刚才就在写更新。语文老师罗文轩震惊的呆住了：“你写的？这……”仔细一看，确实对方的账号就是那个小说的发布者，真是你写的？语文老师罗文轩倒吸了一口气，这还真没想到，顿时从批评严肃的表情变成了欣赏赞赏的笑容。毕竟这小说他确实也爱看，否则也不会在班里介绍给学生。罗文轩笑道：“这也不行啊，虽然小说是你写的，写的确实也好，不过课还是要上的，高考成绩也很重要。”此刻我解释起来：“其实我语文很强，我保证高考140以上。老师你信我，我不会拿自己前程开玩笑。”语文老师罗文轩皱起眉头嘀咕道：“这也不行，除非周5的4校联考你能拿全校第一，我还能考虑一下。总分第一还是语文第一？当然是语文第一。你不是说你有把握高考140？别说140，你就是有135就差不多了。”闻言此话，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下来。那就这样约定了，我如果4校联考语文拿了全校第一名，那就让我上课写小说。罗文轩试探性地问：“有把握？”我咧嘴一笑：“把握？那必须的呀！4校联考其实就是一中、2中、实验中学、华师4所高中的联合
科考试，题目都是一样的，因为 L 市就这4家高中的升学率是最高的，其中一中和华师比较拔尖，2中稍次，实验中学排在最后。虽然说联考的考试分数不代表高考，但是考试的排名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按照以往几年的联考排名来看，联考成绩拔尖的那一批都是高考重点本科的种子选手。语文老师罗文轩最后又好奇地问道：“你这个小说倒是写得挺不错的，可以考虑一下报名那个新概念作文。”我眼底一亮，是那个萌芽文学举办的全国作文大赛，对不对？语文老师罗文轩点了点头，就是那个，要不要试试？我听说一中也有几个同学报名了，说还给他们单独辅导。上周咱们学校开会，领导提了一嘴，本来我们是不准备搞了，因为全国大赛太难了，咱们学校没什么拿名次的机会。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我嘴角微微上扬问道：“这个东西对咱们学校竞争省重点示范性学校有帮助吗？”语文老师罗文轩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孩子还懂这个，必须有帮助啊！那要是出成绩，2中名气肯定就打响了。妥了，报名！语文老师罗文轩笑道：“你小子行，那我等着你联考成绩，回去吧。对了，你那小说什么时候更新？明天吧，明天应该是可以更一章。”等我回到了班级后，一下子就被几个八卦的同学围了起来。怎么样，罗老师说你什么了吗？就在这时，我屁股还没坐下来，语文老师罗文轩突然又回到了教室。刚才还有一个事情没说，这次周54校联考有一个最新规定，考试的时候不在自己班上考，到时候会打乱去其他班级。林一飞没问题吧？话落，不少人都诧异的看了一眼我，不知道这问的是什么意思。我点了点头，笑道：“知道了，老师。”老师刚走，坐在前面的蒋诗琪就转过头来问：“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老师问你有没有问题？”我耸肩一笑：“没有啊，我跟老师说上课别管我，老师让我4校联考的时候语文拿全校第1，我答应了。”这话一出，蒋诗琪顿时激动的眼睛都瞪大了。天啊，全校第1，真的假的？就连温梦琪都呆住了，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个同桌，刚才还一直让自己教他语文呢，这一眨眼就要考语文第1了。我逗乐的笑道：“低调低调，说是这样说，也可能考不到啊。”我突然发现自己肚子饿了，不是下课了吗？你们怎么还不去打饭？蒋诗琪笑道：“我等他呀，他说你没饭卡，要等你回来再一起去。”我故意调侃道：“温同学，你对我真好。”温梦琪顿时耳朵都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在抽屉里拿出饭盒。下午上课又是做不完的卷子，突然手机叮咚一声，孙斐一条讯息发了过来：“卧槽，你去2中的4班了。”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孙斐居然知道了，你在2中的照片还被人发到了校园网贴吧，都在问你是为什么转学的。陈思柔的同学也在那个班，我知道，沈新月跟我说了。对了，你在贴吧写的那个小说好像火了，我刚开始还以为看错了呢，连载更新了4章就火了。今天班里都在说你不更新啊，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他们不知道，他们说这个作者怎么还不更新？不过陈思柔应该知道是你吧？而且刚才班主任还过来问，有没有人知道1中贴吧的那个小说是谁写的？说省级领导今天过来公开课，无意中看到了那个小说后不停的夸赞，校长说想收藏进去学校图书馆做纪念，要不要告诉老师是你写的呀？虽然没有说穿贴吧小说的是谁写的，但是陈思柔却主动到了老师办公室，告诉了班主任宋文博自己知道是谁写的。班主任宋文博笑道：“你来的正好，我就说咱们学校贴吧那个小说应该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这次刚好有教育局的领导过来，一眼就看中了这小说。现在校长的意思是顺势在学校办一个文学社，然后让这位同学分享一下自己的写作心得。对了，是我们班的同学写的吗？”陈思柔犹豫了一下，点头道。随后宋文博对着陈思柔笑道：“是谁写的呀？”陈思柔沉默了一下，其实他也一直在犹豫到底说不说出来，毕竟我已经退学了。突然副校长郭海国打来电话，询问是谁写的小说。宋文博满口应道：“对，是我们班学生写的。”挂断电话后，这才想起陈思柔还没说是谁写的，随后便直接问道：“对了，你还没说是谁写的呢？”班主任宋文博满是期待地看着陈思柔，陈思柔吞吞吐吐，有些尴尬的小声道：“老师，要不还是算了吧。”宋文博笑道：“算什么算？难道你写的？”陈思柔顿时紧张地摆手道：“不是我写的。”那你倒是说呀，怎么还不敢说出来了呢？班主任宋文博笑道：“学校也不追究惩罚，而且还要鼓励。”陈思柔最后迫于无奈，小声地说出了一个名字：林一飞。闻言，班主任宋文博整个人都呆住了。什么？你说这个贴吧的小说是林一飞写的？陈思柔低着头应声道：“应该是，因为我看那个发帖人的账号就是他的号。”班主任宋文博懵逼了，脑袋瓜嗡嗡的。怎么会呢？他语文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作文也都普普通通的，怎么会是他？陈思柔有些心虚道：“我也不知道，可是那个号确实是林一飞的，我刚才还确认了一下，查到了之前的聊天记录。”班主任宋文博他当即揉了揉脑袋，有种日了狗的感觉。不是这，你怎么不早说呀？刚才郭笑跟我打电话之前，你怎么不说是林一飞写的呀？这弄了半天人都不在了，我还答应了郭笑说可以，还好人家教育局领导没有说要见人，这要找人怎么办？陈思柔委屈巴巴的低头道：“对不起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不太敢说，毕竟都退学了。”班主任宋文博人气的都麻了，最关键的是他还因为这事直接在老师群里说是自己班里学生写的，这不是打自己脸了吗？一个退学的学生，而且还跟自己吵架的学生，居然是要找出来表彰鼓励的那个人。班主任宋文博一咬牙道：“反正他也停更不写了，你就当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找个理由和校领导解释一下，记住，你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林一飞写的，就说不知道。”陈思柔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还是忍住了。班主任宋文博气得揉了揉太阳穴，然后调整了一下情绪，最后才拿出手机拨通了副校长郭海波的电话。郭校真的对不住啊，刚才我跟那个同学沟通了一下，这个小说其实是他在外面抄回来的，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后面都没有了，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出来承认是自己写的。挂断电话后，班主任宋文博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怕还有其他同学知道这是我写的，他必须去班里打一声招呼，示意大家别讨论这事了。随后宋文博很快来到了班里的教室门口，发现里面的英语老师正准备上课。班主任宋文博微微一笑道：“那个我说两句，那个1中贴吧小说就别管了，校长说停更了就不管了，大家也别理会是谁写的，哪
哪怕是知道也别说出来，以后别议论这件事了，好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马上就是4校联考了，都争取考个好成绩。然而就在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同学喊道：“老师，不对啊，这个小说又更新了！”就在5分钟前，班主任宋文博突然心底一颤，宛如晴天霹雳般愣住了。更新了？真的假的？一下子班里的人纷纷都掏出手机开始查看贴吧内容。果不其然，那本一中贴吧的小说小有退学，居然在停更数日之后又重新更新了一章内容。班主任宋文博整个人都呆住了，内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他下意识地怒吼道：“上课呢？谁让你们看手机的？下课之后都把手机交过来！”班里的同学全都目瞪口呆，直接被吓坏了。一直到等班主任宋文博离开，众人才出了一把冷汗的议论起来。宋老师干嘛突然发飙？此时孙斐则是好像猜到了什么，嘴角微微上扬，偷偷看了一眼陈思柔，果然对方的表情也不对，当即就偷偷给我发了一条讯息，告诉我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而此刻回到办公室里的宋文博忍不住揉了揉脑袋，这可怎么办？刚才说这小说写不下去了，结果这混蛋就更新了。要是坦白说写小说的是已经退学的那个学生，那就等于承认了刚才自己撒谎。要是不坦白的话，如果校领导要找这个同学怎么办？就在此时，班主任宋文博灵机一动，当即就给教导主任刘强打过去电话，随后就把贴吧小说是我写的事情告诉了对方。刘强忍不住反驳道：“你直接说退学了不就好了吗？非要说什么人家是抄袭回来的，现在继续更新怎么解释？这事我可管不着，你自己看着办吧。”班主任宋文博也是咬牙道：“我怎么看着办？我就说你儿子跟人打架，然后还跟人家女同学串通口供，把林一飞逼退学了是吧？”话落电话里瞬间陷入了沉默。刘强语气有些冰冷道：“那你想怎么样？”班主任宋文博皱起眉头道：“我们直接找到学校贴吧吧主，表示怕影响学习，然后把林一飞的账号直接删掉或者禁言了。”与此同时，二中的学校里也有人发现小说恢复更新了，顿时有不少人都掏出手机登录查看。就在此时，物理课代表魏英杰直接跑了过来，站在我旁边问道：“对了，你不是认识那个作者吗？能不能问一下，让他固定时间更新啊？他写的那么好。”就在此时，温梦琪突然啊了一声，没了，这个帖子怎么被删了呀？瞬间所有人都蒙圈了，刚才还看得好好的，结果一下子就被删了。我皱起眉头觉得不对劲，看了一眼自己的账号里面的帖子，发现还真的被删了。我脱口而出的调侃笑道：“牛逼，真牛啊，这是要赶尽杀绝。”蒋诗琪奇怪地问道：“什么意思？”我刚准备要说些什么，却发现数学老师已经来到教室门口，随后顺势给孙斐发了一条消息，却不料对方先给自己发了：“你帖子被删了，感觉是班主任做的。刚才班主任说让我们不要议论这事。”此时数学老师在台上清了清嗓子道：“周五的4校联考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次是要交换科室考试的，大家要重视。接下来我给大家发2张卷子，是前年4校联考里面的数学卷，我摘抄另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出的题。课代表上来把卷子发下去。”然而就在此时，突然语文老师罗文轩来到了教室门口，敲了敲门笑道：“那个林一飞你出来一下。”众人都好奇地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我。出去走廊后，语文老师便小声地问道：“你那个小说怎么被删了？”我耸肩一笑：“不知道啊，没有人通知你吗？我刚才还听一中的老师说，教育局的领导还夸奖了你这个小说，这怎么一下子就删掉了？”我顿时眼底一亮，我懂了老师，因为我退学了所以删掉，不然继续发酵下去不好。语文老师罗文轩恍然笑道：“好像也是，那要不你直接在我们二中的贴吧上更新，反正你现在在二中，肯定没人会删你贴，回头如果你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拿了名，说不定你这小说还能出书。”随后我回到了教室里上课，不久后数学老师开口道：“休息5分钟，稍后继续。”可就在我刚起身准备去撒泡尿时，突然沈新月跑了过来，笑嘻嘻道：“我知道一个秘密。”随后便俯身在我耳边小声道：“那个小说是你写的对不对？”我眉梢微微挑起问道：“陈思柔告诉你的？”沈新月得意的笑道：“这不告诉你。”我也在这个女同学耳边小声道：“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准备在二中贴吧重新更新。”话落，她便笑嘻嘻的鼓起掌来。而此刻我突然发现自己桌面上的笔以及刚才借温梦琪的笔记本都不见了。我诧异的向温梦琪问道：“笔和笔记本你拿回去了吗？”见温梦琪没有说话，我便伸手主动去拿，却被温梦琪给拦住了。“不给，你去找沈新月借。”我扑哧一声看了一眼同桌小富婆温梦琪那板着的脸：“你吃醋了吗？”温梦琪哼了一声说道：“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干嘛找我借？”不得不说，小富婆温梦琪吃醋的样子还真的有点可爱。看着还在生气的同桌小富婆，我想了想，便直接把手机打开，让对方看看自己的贴吧账号。倔强的瞄了一眼后，顿时捂着惊讶的小嘴。突然我嘘的一声笑着堵住了对方的嘴巴，然后小声道：“知道了吧？”随后我便把沈新月知道贴吧小说是我写的，以及在一中和教导主任儿子打架的原因都告诉了他。周3体育课上，老师让大家跑1500米，我看着温梦琪跑步的动作便知道为什么没有男生追求，甚至还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估计是因为被同学嘲笑多了，所以才导致性格内向吧。而此刻我却突然有种发现了宝藏女孩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个该萌的小富婆还没人懂得珍惜，那以后的日子就让我来珍惜你吧。随后便直接在操场里跟着温梦琪一起在旁边跑。温梦琪果然露出了自卑的表情，低着头不说话，一直在跑。此时我在旁边问道：“你要喝什么？我去给你买。还有，其实你根本不必要在乎那些笑你的。”温梦琪这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但是看得出她还是有点自卑和胆怯。她一边跑一边腼腆地小声道：“你不笑我。”转眼所有人也都跑完了步，我和温梦琪以及蒋诗琪3人在原地歇息。随后我缓缓笑道：“你们等下打羽毛球吗？”2人摇了摇头，小声道：“我们就在这坐一会就行了。”然而3人就在歇息时，所有人看到我的行为都呆住了。显然温梦琪和蒋诗琪都是属于那种被贴上了不好的标签，长相倒不丑，只是没有女孩子的魅力。此时沈新月突然笑道：“要不喊他们一起过来玩吧。”
随后便邀请温梦琪和蒋诗琪两人过去一起踢毽子，而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之前的小说发到2中贴吧，顺便再多更新一张新内容。写着写着，突然我抬头一看，发现温梦琪和蒋诗琪两人都黑着脸转身朝着校道走去，温梦琪更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走。于是我便追了上去，正准备问个所以然，却不料温梦琪红着脸满是委屈的看了一眼我，然后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朝着教学楼跑过去。蒋诗琪也是为难的咬了咬牙追了过去，最后他回头对着我喊道：“就因为你。”话落我满脸懵逼的追了上去，拉住了蒋诗琪问道：“你说清楚他怎么哭了？”蒋诗琪叹了一口气，最后又看了一眼远处踢毽子的那群女生：“你刚才给我们买水被他们看到了，刚才他们就在聊这个事，我只是说了一句不是买给我的，而是买给温梦琪的，结果他们一下子就起哄了，说什么你居然会追温梦琪，又说你眼光好差，口味好特别，简直就是一只鲜花插在牛粪上。”我嘴角微微抽搐，难以置信的问道：“谁说的？谁说的一只鲜花插在牛粪上？说我是牛粪？”蒋诗琪咬着嘴唇小声道：“说你是鲜花。”我忍不住笑骂道：“谁说的？告诉我。”徐洁英说的。沈新月说没想到林一飞眼光那么差，然后徐洁英就说一只鲜花插在牛粪上。行，你先上去，我去找徐洁英让她道歉。随后便直接向踢毽子的几个女同学走了过去。看到我走来，沈新月跟几个女同学似乎都猜到了什么事，然后沈新月尴尬的笑道：“那个对不起，我们刚才好像把温梦琪弄哭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表情认真的开口说道：“道歉吧，不过我估计你们也肯定是说不出口，那你和徐洁英写个道歉纸条给她。”话落沈新月呆了一下：“我也要写吗？”沈新月有些吃醋的反驳：“我不要，凭什么？”我瞪着眼睛怒骂道：“我说道歉非要我骂人是吧？”沈新月吓了一跳，整个人都呆住了，就连远处那几个在踢毽子的女生都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我突然发那么大的脾气。沈新月眼眶泛红的哭了出来，她直接蹲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擦泪。然而看到这一幕的男生也都骚动起来了。见此情景，郑岩松顿时就跑了过来：“你怎么了？哭了？是不是他欺负你？”沈新月一边哭一边摇头，站起身来说道：“关你什么事？”最后瞪了一眼我就转身离开。郑岩松嘴角微微抽搐，指着我喊道：“你放学别走！”当天下午班里的气氛就变得非常古怪，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特别是到了要放学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此时蒋诗琪递给温梦琪一张纸条，听说林一飞把沈新月骂哭了，郑岩松说放学要找人打他。看到这行字，温梦琪有些紧张的咬了咬牙，然后看了一眼旁边的我，小声道：“你看看这个。”温梦琪眼底满是担忧的眼神，咬着嘴唇小声道：“对不起，要不跟老师说吧。”我皱起眉回道：“不行，跟老师说的话，最后肯定把你也拉过去，我不想你被牵扯进去。”实际上可以想象得到，一旦自己、沈新月、温梦琪、郑岩松4个人被老师喊走，会发生什么事情。哪怕事情看似解决了，但是周围同学的舆论反而会越来越夸张。毕竟上辈子自己在1中的时候已经试过一次了，闲言闲语是真的能够把一个脆弱的心理防线击垮，更别说像温梦琪这种本身就已经有一点点自卑的女生。我当然不可能把她推上台面。小富婆温梦琪有些委屈和害怕的看着我，最后用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递过去：“我去跟她道歉吧。”我白了她一眼，然后在纸上回答道：“不许去，我有办法。”其实对付这种校园外的所谓打架斗殴事件，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那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比他们更猛，让他们知难而退。随后我嘴角微侧上扬，把纸条传过去：“你有钱吗？借我点钱，我凑点钱找人。”然而谁也没想到2分钟之后，我就收到了对方的转账。我目瞪口呆的看着里面的数字，个、10、百、千、万，居然一共有286751元，我彻底蒙圈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富婆，一个高3的学生居然有那么多钱，够吗？不够的话，我找我妈再要一点。够了，我忍不住捂着脑袋笑了出来，这特么也太牛逼了吧！随后我直接就在自己的好友列表里找了一圈，最后发现还不如直接找孙斐。有人要放学打我，和你表哥说一下，给我喊些人今天放学之后来2中学校门口，一个人300动手再加500。孙斐瞬间懵逼了，这是什么情况？不是哥2中那么猛的吗？随后我便直接转了3万块过去。卧槽，3万块，你特么你要喊100个人吗？和孙斐确认完后，我嘴角微微上扬，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郑岩松，对方似乎也在盯着自己。随后放学的铃声响起，此时不少人都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我，就连英语课代表沈新月也都忍不住走了过来，心情复杂的拉着我来到了教室后面，小声道：“你要不先别出去了，郑岩松喊了人在学校外面等你。”沈新月满是担心的摇着头：“对不起，我跟他说了，但他非要找你麻烦，要不你不行就跟他道个歉吧。之前已经有人因为这个就被打过一次了。”我好笑道：“干嘛？你担心我？你也是住宿生吧？晚自习记得给温梦琪道歉就行。”话落我便无比潇洒的走出教室。沈新月眼看劝不成，只能回头对着温梦琪哀求道：“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会这样的，要不你跟他说一下，让他先别出去校门口，不然他真的会被打。”沈新月蹲在温梦琪桌子旁边，满是害怕的请求对方帮忙。温梦琪摇了摇头，认真的回答道：“我信他。”沈新月真的是要气哭了。不是啊，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林一飞肯定打不过那些人呀。郑岩松喊了好多人来的，我承认我当时不该这样说你们，我就是有点吃醋行了吧？但是我真不想看到林一飞被他们打。你不是跟他关系好吗？你劝劝他。温梦琪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小声道：“其实他也找人了。”话落沈新月又急又气，捂着脑袋嘀咕道：“那怎么办？”一咬牙准备去老师办公室告状，却不料温梦琪鼓起勇气的开口道：“不能去。”他说不能告诉老师。此刻小富婆温梦琪的眼神突然很是认真，如果是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她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此刻她觉得应该要相信我。如果现在告诉老师，那么我之前的准备就白费了。沈新月着急的解释道：“你疯了吗？要是真的把事情闹大，说不定林一飞又要被退学了。”小富婆温梦琪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平静的开口道：“所以才要相信他不能告诉老师。”沈新月嘴巴微微张开，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温梦琪，在这一刹那感觉有种做梦一样的感觉。此刻在学校门口的校道里，旁边的几个同班同学都在旁边窃窃私语：“喂，你现在走出去不怕吗？”我记得对方跟郑岩松是经常玩在一起的，我顿时笑到郑岩松呢？不知道啊，好像去办公室找老师问作业了吧。
了。我有些惊讶道：“制造不在场证明。”刘子阳捧腹笑道：“你还挺聪明啊，哈哈哈，不愧是学霸。不过说真的，你低头认个错就行，都是同学，没必要搞得那么僵。怎么样，我可以帮你跟郑岩松说一下。”我单手插着口袋没有说话，只是径直地朝着学校门外走去。很快就看到了校门口马路边停着几辆电瓶车、摩托车，7、8个看上去像是混混的在外面抽着烟。刘子阳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我走了，拜拜，祝你好运。”果不其然，刘子阳前脚刚走，那几个抽着烟的小混混就把视线朝着我望了过来。几个小混混对视一笑，然后其中一个染着黄毛的主动朝着我走过来：“喂，就你过来一下。”旁边的一起放学的学生都吓了一跳，纷纷远离，不敢靠近我。黄毛一边抽着烟一边搭着我的肩头道：“你是高3、4班的那个转学生是吧？”我眉梢微微挑起，打量着这群人，发现其实就是以前那些不上学的技校孩子而已，比自己都大不了几岁。骑着那破电瓶车，女装摩托在校门口堵人。此刻我没忍不住的笑了出来，抿嘴道：“对，你们就是郑岩松喊过来的吗？”黄毛小伙摇头笑道：“来来来，我们找你有些事谈一下。说实话，如果是普通的高中生碰到这一茬，还真的会被吓住。特别是这些有染发、有纹身，还抽着烟，有2个甚至还拿着水管铁通的，确实够吓人的。但是对于重生回来的我来说，就有些滑稽了。”于是我笑道：“你们就这几个人吗？我还以为喊了多少人。”黄毛小哥嘲讽的笑道：“为大壮，他说我们人少。”几个旁边的小混混戏谑的讥讽道：“你以为你是谁啊？装什么逼？我们几个还不够。”话音刚落，在车站里的孙肥表哥边走边嘀咕道：“是不是那边？走走走！”此刻在车站等车的一大波社会青年，浩浩荡荡的朝着我和几个小混混的方向围了过来，把周围的学生，甚至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都吓得呆住了，连忙把自己孩子护在身后，就连校门口的保安都蒙圈了，微微颤颤的拿出手机给校领导打去电话。突然，几个被郑岩松喊过来的小混混人都傻了。六哥，不是就这么几个吧？就这么几个毛孩子用得着喊我们那么多人吗？还以为是什么事那么大阵仗，结果居然是几个不读书的小鬼在学校门口堵人。六哥看过我的照片，顿时笑道：“亦非是吧？就这几个吗？之前我也看了孙肥表哥的照片。”随后便回应道：“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以为起码有10几20个人。说要打我的那个人故意去找老师问题目去了，也不在这，你们就看着处理吧。反正两边都是校外的人问，就说是路过。”六哥笑呵呵道：“行，你先回家吧。”当即就把这几个混混毛孩子给围了起来。谁让你们来的呀？走走走，别堵在校门口，我们过去那边聊。随后几十号人就逮着这几个小混混拉到一边教育去了。此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刘小平急急忙忙地跑到校门口，发现门外已经没人了。不是，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说有人在校门口打架？学校的门卫保安咽了一口水，对，好像有一个学生被拉过去了。然后我刚想看看怎么回事，突然又有一大群人冲出来，把那几个看上去不读书的小混混拉走了，好像往左边走了。教导主任刘小平倒吸了一口凉气，问道：“我们学校的学生有被打吗？”保安摇了摇头，应该没有。后来那个学生好像走了。听到这话，教导主任刘小平才松了一口气。他当即在学校的班主任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二中全体班主任群，校门口有校外的人逗留打架，问问你们班里有没有知道的，看看有没有谁被打的，有的话马上通知我。当即整个二中所有的班主任老师都在纷纷私聊群里的学生询问情况。当天晚上晚自修的时间，高3、4班班里都炸裂了，有人躲在校门口拍到我被黄毛拉走的照片，然后后面一大堆人冲出来，最后把那群小混混给吓尿了。真牛逼啊！我当时还以为林一飞完蛋了，结果谁能想到他才是大哥，叫了几十号人过来，而且都是大人。所有同学都激动地议论这件事，对我瞬间佩服起来了。以前都知道郑岩松牛逼，毕竟高2的时候就喊人在学校门口跟其他班的人打过架，谁能想到从一中转学过来的学霸居然更屌。沈新月叹了一口气，写了一张纸条给郑岩松扔了过去。郑岩松看完之后气得直接把书都给砸了。当天晚上自习课，郑岩松就被喊到了老师办公室里罚站写检讨。而在自习室里的同学突然有人喊道：“你们快看，一中那个小有退学的小说被人发到二中来了。”咦，这个 ID 好熟悉，他说从一中转学到二中了，所以以后在二中贴吧更新。瞬间一大群女孩子都激动起来了。蒋诗琪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温梦琪，小声地问道：“那个小说的作者说是一中转学过来二中？”随后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温梦琪旁边空空荡荡的座位，本来以为对方会很吃惊，却没想到温梦琪点了点头。蒋诗琪震惊地脱口而出道：“真的是林一飞！”话落，教室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望了过来，顿时沸腾起来了。真是林一飞写的吗？天啊，不是说他同学写的吗？不对啊，一中转学过来的好像就他一个吧？沈新月笑道：“那肯定就是他了。”沈新月、温梦琪两人眼神相对，似乎在确认一些事情。然而此刻徐洁英突然跑到了沈新月旁边，小声地说道：“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道歉啊？连郑岩松都不行了，林一飞会不会找人打我们？”沈新月叹了一口回道：“不会，不过你还是道歉吧，写一个几百字的道歉书。”徐洁英顿时点了点头，连忙拿出一个作业本，撕下一张纸便开始写道歉书。晚自修第一节课下课后，徐洁英紧张地来到温梦琪面前，支支吾吾道：“对不起，今天不该说你的。”说完便把道歉书递了过去。沈新月也是表情认真的道：“我也是对不起，不过我已经决定了。”听到这话，徐洁英愣住了，温梦琪也呆呆地抬起头来看着对方。沈新月鼓起勇气的微笑道：“我们公平竞争，看看谁能追到林一飞吧。”蒋诗琪吓得嘴巴张开，呆若木鸡的看着这两人。温梦琪也傻了眼，她其实从来没想过像我这样的男生会喜欢自己，突然有种
坐飞船晕晕的感觉。第二天我回到了学校，走在校道里就已经成了风云人物了。路上的同学议论纷纷，并时不时的看向我，但就是没人敢主动跟我打招呼。当我来到了学校的饭堂，正巧就碰上了同学刘子阳。刘子阳顿时尴尬的咽了一口水。飞哥那个对不起啊，我其实跟郑岩松也不是很熟，真的昨天我劝过他的劝不动。刘子阳都听说了，昨天郑岩松找的那些人不仅仅没有教训我，反过来还被别人教训了。我好笑的回道，你昨天可不是这样说的呀。随后便一直飞哥前飞哥后的在身边喊着，还时不时的夸我写的小说好看。那神马飞船里是不是有什么魔人术士或是黑泽魔物啊？我心想着这特么也是个人才，这都是些神马二次元灵体啊，我也懒得搭理他。回到教室，我瞬间就被班里的同学围了起来。是，我摊牌了好吧，小说是我写的。我一边说一边笑，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刚坐下，却惊讶的发现桌子上居然摆放着一份炒米粉和一瓶纯牛奶。我用手指搓了一下前面的蒋诗琪，这谁放这的？蒋诗琪看了一眼座位上空空荡荡的英语课代表，估计是他买给你的。此刻温梦琪也拎着一袋早餐，拿着几本课本回到了教室里。他刚坐下，我就把炒米粉和牛奶递到了温梦琪的手里，然后把对方买的炒米粉换了过来，笑道：“换一个吃。”温梦琪皱起眉头问：“为什么？”我一脸认真的解释道：“我想吃你的，你买的比较香。”温梦琪呆了一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买的比较香，但他只是哦了一声，反正都是炒米粉，也就无所谓了。还有牛奶别浪费了，来喝一口。随后我便把牛奶亲自喂到温梦琪的嘴巴里，他奇奇怪怪的看了一眼我，突然恍然大悟，开口道：“你想不还钱？”一顿思索，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同桌想吞掉自己的全部家当，不然怎么会一大早就无事献殷勤？我扑哧一声，最后笑道：“温同学，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坑谁也不至于坑你吧？放心吧，钱我会还的，但是不是现在。”温梦琪委屈到那是所有的压岁钱了，这个月生活费也在里面。这样吧，接下来这段时间吃喝拉撒全部我负责，行不行？然后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你。温梦琪皱起眉头嘀咕道：“真的假的？这样以后饭卡你刷我的，然后呢得在绿泡泡上你弄一个亲属卡，再放一点零花钱，一个月3000够吗？”温梦琪摇了摇头，太多了，600就可以了。我白了眼说道：“不行，一个月必须花1000块，花不完就是不及格。女孩子应该要学会花钱。温同学你太勤俭节约了。”说完就给温梦琪的绿泡泡号添加了亲属卡，并且设置了1000块一个月的额度。温梦琪呆呆的哦了一声，那我试试。此刻我真的是要被这小富婆逗笑了。随后班主任梁雨婷把我和郑岩松2个人喊了出去，其他同学都在偷偷的用眼角偷看教室后门的走廊里。此时班主任梁雨婷板着脸，都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2个吧？我笑道：“老师，我真没打架，昨天是我表哥生日，不信你问郑岩松。郑岩松跟我铁哥们，我们怎么会打架？”郑岩松目瞪口呆，人都傻了。这铁哥们？班主任梁雨婷看了一眼郑岩松，问道：“你来说。”郑岩松嘴巴微微张开，憋了半天，只憋出来一个字是。梁雨婷也被气得不行，笑道：“好铁哥们是吧？行，那要不要安排你们2个坐在一起？”话落的同时，我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回道：“不要不要。”梁雨婷双手抱胸，无奈道：“你们不是铁哥们吗？怎么还不愿意了？”我笑道：“主要是怕影响学习，坐在一起上课肯定会经常聊天的。”梁雨婷看了一眼我，发现我看起来确实不像是被打的样子。至于严嵩就不用说了，这孩子昨天据说在数学老师那赖着不走，硬生生刷了一张卷子，肯定也没被打着。行，那这件事我暂时就不通知家长了。但是林亦菲还有你郑岩松，如果说再让我听到关于你们发生冲突，甚至是还要叫校外的人过来，到时候你们就别跟我解释了，直接去教务处跟主任解释，懂不懂？我笑着回道：“知道了，老师。对了，老师上次说的那个英语口语竞赛，我想参加。”班主任梁雨婷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郑岩松挥了挥手：“你先回去早读。”随后班主任梁雨婷单独抓着我问道：“你跟我说是不是平时郑岩松在班里针对你，他逼你不许告诉老师是吗？”接着我便把校门口的事情像黑泽杀手一样和老师汇报了一遍。闻言，班主任梁雨婷瞬间懵逼了，就这还铁哥们？在回教室之前，我还不忘教老师怎么和校领导汇报此事。你就说昨天那帮人是来给我表哥过生日，顺便路过学校门口的。班主任梁雨婷一下就被我逗笑了。随后我顺口说道：“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班主任梁雨婷哪里受得了这孩子的嘴巴，一脚就踹了过去，笑道：“去回去早读吧，这一天天的。”显然我这一顿糖衣炮弹还是把老师给哄住了，也没有继续追究2人的事情。此刻班主任梁雨婷站在台上开口道：“明天就是4校联考了，下午我会把考试证发下去，大家保存好。还有关于英语口语比赛的那件事，目前也就只有3个人找我报名，这样也就不用筛选了。林亦菲、沈新月、蒋诗琪，你们3个可以自己先准备一下。对了，元旦的文艺汇演，每个班至少要2个节目，有节目表演安排的跟文艺委员登记一下。与此同时，一中的教室里一片沸腾，听说没有？前一阵子在一中更新的那个小说，现在在2中贴吧更新了，听说是一个转学生写的。我问了一下2中的人，他们说好像高3转学生就一个，不会是林亦菲写的吧？突然间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副校长郭海波正站在班级后门，听到大家议论的话题后皱起眉头开口道：“一中贴吧那个小说是谁发过去2中的？”班里的人瞬间全都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副校长郭海波板着脸道：“班长呢？”此刻班长陈志杰站了起来，他苦涩的笑道：“校长，我也不知道啊，我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写的。”副校长郭海波诧异的反驳：“你不知道？那怎么有人跟我说是你们班的学生写的？”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炸开锅了，不会真的是林亦菲吧？班长陈志杰摸了摸脑袋笑道：“校长，那个小说在2中更新了，而且还说是从1中转学过去的，如果是我们班的话，那就应该是林亦菲。”副校长郭海波呆了一下：“你们班主任跟我说他找到了那个同学，是怕影响高考成绩，所以把小说喊停了。”众人纷纷摇头。就在此时，孙斐突然站了起来说道：“校长，就是林亦菲写的，因为那个时候听说有教育局的领导
领导夸他的小说，我就问了一嘴，但是后来班主任让我们别管了，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副校长郭海波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板着脸道：“我知道了，你们继续早读吧。”说罢就从教室里走了出去。副校长的脚步刚走，高三二班的教室就直接激动沸腾起来了，大群人把孙斐围了起来。真的是林一飞写的呀！此时班主任宋文博正在办公室整理卷子，突然副校长郭海波就走了进来，教室里的老师都纷纷抬起头来。郭海波站在办公室门口，心情极其糟糕的开口道：“二班的班主任出来一下。”随后两人来到了办公室门口单独沟通。什么？你说那个小说在二中贴吧更新了？宋文博顿时浑身一颤，直接出了一把冷汗。本来以为把我的号封了就没办法继续更新，谁能想到这小子直接跑到二中贴吧更新。副校长郭海波板着脸道：“你一开始不是说跟孩子的家长沟通了，是因为影响学业才停止更新的吗？怎么你们班的人说是退学的那个学生写的？”宋文博尴尬的笑道：“那个其实我也……”接着郭海波忍不住骂道：“宋文博呀，宋文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故意的，不敢说是跟自己吵架退学的那个学生写的是吧？你到底在怕什么？就是那小说是他写的又怎么样？你直接说出来不就行了？你现在搞得我多难做，我怎么交差？我还特意跟人家教育局的领导说，是以学习为重，所以暂时先不更新。过几天教育局的领导就要去二中听课了。现在是什么时期你不知道吗？一中、二中、实验中学、华师都在竞争这个省级重点示范性学校的名额，我们绝对不能给领导落下什么不好的印象。你想个办法让这个学生马上把小说给撤了，或者你让他回来一中贴吧更新。”宋文博嘴巴微微张开，人都傻了。副校长郭海波表情严肃道：“宋文博，我记得你今年也要申请高级教师了吧？如果因为这件事让一中成了笑话，你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赶紧趁着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还不多，马上处理好，要么就回来一中贴吧更新，要么就让他别更了，不然这不是丢人吗？还不如一开始就说是校外的人写的。”宋文博顿时咬着牙道：“刘校，这是我不对，您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一中在我这丢脸。”副校长郭海波这才满意点了点头，然后双手竖在身后转身离去。随后的第3节课里，班主任宋文博就对着底下的学生开口道：“那个今天上课前跟大家说一个事，你们谁跟林一飞关系比较好？”底下的学生顿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孙斐举起手来笑道：“老师我还行。”又有人小声嘀咕道：“陈思柔。”宋文博眼底一亮道：“对啊，陈思柔，你不是跟林一飞比较熟？你帮我问一下他，就是那个小说怎么突然不在一中更新了呢？能不能让他回来一中贴吧，别在二中贴吧写？”陈思柔犹豫地回答道：“老师，可是他现在在二中读书呀，在二中更新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要回来一中？”班主任宋文博笑道：“你劝劝他嘛，你就说同学们都爱看，你们不是朋友吗？反正在哪写不是写。”此刻正在课堂认真学习的我，突然收到孙斐发来的信息：“哈哈哈哈，有戏看了，校长今天过来班里问你的小说了，结果班主任让陈思柔找你，让你回来一中更新，小有退学。”我戏谑地回了一句：“我已经删了陈思柔。”难怪我看陈思柔支支吾吾的，估计他也不好意思说被你删了，哈哈哈，太好笑了。果然没隔一会我就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陈思柔申请添加你的好友，我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甚至还故意回头对着旁边的小富婆温梦琪笑道：“温同学，别忘了周6要请我看电影哦。”温梦琪委屈巴巴地解释道：“我都没钱了。”我直接笑得肚子疼，这也太蠢萌了吧！我请行了吧？温梦琪突然摇头道：“不行，我不是有那个亲属卡吗？我答应了要请你看的。”温梦琪呆呆地愣了一下，好像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上课上了10几分钟之后，小富婆温梦琪突然自言自语地喃喃起来：“不对啊，刷亲属卡也不算是我请你，除非是我另外花钱买票。”我趴在桌上直接笑咧嘴了。小富婆温梦琪实在是太可爱了呀！林一飞，笑什么呢？此刻在台上的化学老师忍不住当众点名，我这才想起来现在还在上课，顿时站起身来笑道：“老师，我想起了一件开心的事。”此刻温梦琪脸都红了，她知道是在笑自己，顿时把头埋了起来。“老师，因为我在做一个化学题，上面有一个 BA+2Na 等于 banana，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话音刚落，全班都笑了。随后化学老师批评道：“以后上课还是认真听课，课外的题目业余时间再做。”终于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刚下课沈新月就跑到了我的桌子旁边问道：“你是不是拒绝了他加你好友？”我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反应过来：“陈思柔找你了。”沈新月啧地笑道：“你好绝情啊，他说找你有事你加他一下吧。”我冷冷回道：“没必要，走吧温同学，我们打饭去了。”小富婆温梦琪哦了一声，然后就跟在了我身后。沈新月一时间傻了眼，因为她还是第一次这样被直接无视。旁边的徐洁英走过来笑道：“走吧，别看了，可能人家就喜欢那样的。”此刻饭堂排着队的我正研究着吃什么，突然发现小富婆温梦琪2个大眼睛水汪汪的看着自己，怎么了？也没人欺负你啊？我哭笑不得的看了一眼旁边的蒋诗琪，问道：“他怎么突然这样？”蒋诗琪摇了摇头。突然温梦琪心虚的小声问道：“你一中的那个前女友是不是很漂亮？”我扑哧一声道：“啊，你吃醋了呀？”温梦琪咬着嘴唇没有说话，眼神有种委屈的盯着我。随后3人便找了个角落一边吃一边聊着。对了，文艺汇演你要报名吗？温梦琪也好奇的看了一眼我，我沉默了几秒笑道：“可以报名也可以不报名。”突然蒋诗琪对着我说道：“告诉你个秘密，温梦琪上年文艺汇演拿了1等奖。”话落我有些惊讶，温梦琪顿时害羞的摇了摇头，示意蒋诗琪别说了。蒋诗琪笑道：“怕什么，这是你的优势啊。”随后便把温梦琪是钢琴特长生的秘密告诉了我。吃完饭后又聊了几句关于文艺演出的事情，我便笑着说道：“那我就自愿报名了。”而此时陈思柔来到老师办公室：“老师，对不起，其实林一飞删了我好友，我加他也不理我，要不你自己打电话跟他说吧。”
班主任宋文博目瞪口呆，你们是同学，应该比我好说话才对。他不是那个跟你关系好吗？陈思柔红着脸小声道。老师，那是以前。宋文博苦口婆心的劝说着，我跟你说，其实男生很容易哄的，你就到搁前说几句好话，这样你看看行不行？你请他吃顿饭，我来买单。毕竟林一飞退学的事情我也有责任，一开始确实是没处理好。陈思柔有些委屈的反驳道。老师，那为什么你不愿意给林一飞打电话？你跟他说不就好了？老师，宋文博顿时呆住了，他嘴巴微微张开，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口。陈思柔突然鼓起勇气道，老师，你不会是拉不下面子吧？班主任宋文博的脸瞬间就黑了，胡说八道什么的，你可以回去上课了。陈思柔立马应声道，好，那我回去了。然而随着学生前脚从办公室离开，班主任宋文博马上就后悔了，顿时拍了拍脑袋，宋文博咬了咬牙，最后在电脑里找到了学生的通讯录，看着一串手机号码，但是却怎么都按不下去拨号键，犹豫再三，只能喊我的同桌孙斐了。孙斐来到了办公室里，端正的站着。班主任宋文博挤出笑容道，你之前不是跟林一飞是同桌，你们关系应该也不错，你看看能不能跟他说一下，这个小说就别在二中贴吧写了呢，回来一中更新，或者说咱们能不能高考结束之后再写？班主任宋文博厚着脸皮笑道，我主要是担心他这影响学业了。孙斐明知故问道，老师，他都转学了，您还操心他的成绩吗？而且回到一中贴吧写不也一样影响学习？班主任宋文博嗨嗨的清了清嗓子，继续笑道，那肯定不一样，你就说能不能帮老师跟林一飞沟通一下吧。孙斐抿嘴道，老师可以是可以，不过……班主任宋文博顿时眼底一亮道，不过什么？你说？孙斐故意挠了挠头笑道，我还欠了他钱呢，不好意思主动找他。班主任宋文博摆手笑道，没事啊，这个有什么？你欠了他多少，老师帮你给。孙斐难以置信的问道，真的吗？班主任宋文博一想，这可是事关一中脸面，而且还涉及到了自己申请高级教师的资质盖章，他顿时大方的笑道，必须的呀，再说了，老师不也是有求于你，欠了多少？孙斐低着头摸了摸鼻子笑道，其实也没多少，就是400块。班主任宋文博一咬牙，行，这400块老师给你出了，你跟林一飞说一下，就是最好，我说是最好，咱们等高考结束之后再写这个小说。虽然他现在转学了，但是当老师的也担心他耽误了高考，这毕竟是涉及到了人生重要的发展阶段。孙斐憋着笑道，老师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不敢打包票啊，这还是算了吧，我还是等自己有钱了再还给他。班主任宋文博当即豪爽的就掏出手机笑道，来，我给扫码，你只要帮老师劝劝他，这钱老师也不会让你还，但是你得用心劝，真的这太影响学业了。孙斐咧嘴笑道，老师那个真不用我还给你。班主任宋文博笑道，不用，老师说话算话，那行我试一下。当即还真的就转账了400块过去。老师，那我先回去上课，回头林一飞回复我了再跟你说。那你先回去吧。孙斐刚刚踏出办公室，就立刻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哈哈哈哈，赚麻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宋文博给了我400块，让我劝你别写那个小说了。看来这班主任宋文博还真的是急了。我嘴角微微上扬，嘀咕一句，今天晚上得更新一章庆祝一下。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所有人都在复习准备明天的4校联考，而我却在研究怎么注册一家斗戏店。我记得几年之后电商网购将会引来一大波的浪潮，现在自己开网店虽然算不上吃第一口肉，但也算是第2、第3口吧，至少在网购高潮迭起冲击实体经济之前入局。至于选品，我并不准备打造长期品牌，而是希望能够在短期大赚一笔，所以就选了一个非常小众，而且也是被不少人忽略的行业，那就是卖魔物内衣。不过现在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这事还得低调。所幸的是在上个月已经刚好18岁，满足了开店的身份证需求。突然孙斐发来一条信息，卧槽，林一飞你被盗号了，哈哈哈，没有，我准备开店卖这玩意。不，你肯定被盗号了，因为在孙斐的印象里，我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钢铁直男，而且又是理科学霸，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联想到对方会给自己发魔物内衣的图片。最夸张的是我居然还说要卖，主要是自己现在还真的没有几个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索性就把魔物内衣的照片发了过去，让孙斐帮忙挑选下货。一直到了夜里10点半我才最终调好了样品，把商品照片都摆了上去，随后便刷了回试卷就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教室，不久后监考老师也来到了教室。突然刘子阳对着我笑道，对了飞哥，你语文怎么样？还行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年级第一。刘子阳竖起大拇指笑道，牛。然而话音刚落，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就出来了，年级第一，作弊别给我抓着就行。我抬头一看直接呆住了，监考老师居然是一中教导主任刘强。我这才想起来4校联考好像是4个学校的老师交叉进行监考的。好了，现在把你们的书本复习资料全部收起来，待会如果被我发现有人带小抄、抄袭或者作弊的话，直接没收卷子。你们2中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在1中作弊还要通知家长。说完刘强还不忘瞥了我一眼，拿到卷子之后我就马上动笔写了起来，一眨眼1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老师，我可以提前交卷吗？我微微一笑，举起手来询问。我看了一眼教室里的挂钟，现在还有45分钟才结束，没必要继续在这里耗着。接着2中的老师刘强笑道，还早，大家记住，高考结束前30分钟是不允许交卷的。可我最终还是卡在30分钟的时间点提前交卷了。1中的教导主任刘强把卷子收了起来，还单独拉着我在外面聊了起来。刘强皱起眉头问道，1中的贴吧的那个小说是你写的？没听说你有这样的特长啊，之前怎么没有表现出来？我微微笑道，主任，听说教育局的领导还夸我，您记得跟领导说我现在在2中。刘强顿时脸都沉了下来，夸你几句就飘了是吧？我跟你说，高考重点还是要学习，一天天就知道折腾有的没的，简直就是浪费时间。随后我缓缓回道，对，主任说的都对，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正巧回去写2章小说，说不定教育局的领导还在等我更新呢。刘强气的人都炸了，这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看着我离开后，当即就掏出手机给1中的班主任宋文博发了一条讯息，我要被你这个学生气死了，写个臭小说以为
自己有多了不起，你赶紧给处理了。宋文博回道：主任，我想了一下，既然劝他删掉他不愿意，那么我们就在学校弄个文学大赛。咱们一中那么多学生，不可能没有一个比得过他的吧？到时候出现比他写的更好的，这事不就解决了？刘强眼底一亮，这办法真不错，我回头跟校长那边建议一下。还真别说，一中的动作确实也是迅速。语文考完之后，各班主任就已经把通知发下去了，以小说的方式进行投稿，最终将评选出金奖、银奖、铜奖，校长亲自颁发奖章，优秀作品可纳入学校图书馆收藏。因为活动涵盖了高一、高二、还真的有不少学生积极响应起来，纷纷的在学校贴吧进行创作，好几个学生直接就开始写起了小说。听说一中要搞什么文学比赛，此刻正在吃饭的蒋诗琪呆了一下，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温梦琪旁边的我也听说了，哈哈哈，真有意思。随后几人便聊了会考试情况，你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关于环境治理这方面的作文，我感觉很大概率会考，因最近新闻经常提到这个环境治理，还有垃圾回收这一类的。蒋诗琪忍不住夸奖道：哇，你好厉害呀，难怪是学霸，所以你们一中的都能提前预测题目吗？温梦琪一边吃饭一边掏出手机，我逗乐的笑道：我预测的比较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对了，温同学，说好明天请看电影，可别放我飞机哦。下午考理科综合和英语，随着铃声响起，监考老师开始收卷，众人都纷纷站起身来，伸着懒腰，毕竟做了一天实在是疲倦。回到班里，蒋诗琪激动的像是看偶像一样看着我，而且她旁边的几个女生都纷纷喊道：回来了，林一飞，英语作文居然真的是环保治理哦，没想到真的被你预测对了。我抿嘴笑道：运气好而已。此刻温梦琪也回到了教室，也是开心的跟蒋诗琪说着自己英语作文写得好轻松。就在此时，英语老师作为班主任也回到了教室，梁雨婷站在台上笑道：这周末就不给你们发英语试卷了，然后通知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呀，一中要搞一个文学创作大赛。话落班里有好多学生特意的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我们学校就不搞这个文学创作比赛了，我们搞其他的。还有最后100多天就要高考了，我们学校准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个小组4个人，我们尽可能直接挑选4个擅长不同科目的同学，大家可以彼此帮助学习，把自己最擅长的教会其他同学。然而就在此时，我举起手说道：老师，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学习小组这个方案其实很多学校也在实施，但是效果却不如人意，我建议把这个4人小组改一下，我们改成不定人数的小组，推行学生授课，觉得对自己有用就听，这样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特长优势，在教别人的同时巩固自己的知识。而有短板的同学也可以挑选更加拔尖的小老师，而不是局限于自己小组里的老师。此话一出，许多同学都纷纷点头，不愧是学霸，一针见血啊。周五放学一片欢声笑语，显然周6日的到来让大家心情相当不错。可接下来倒是让我有些惊讶，没想到小富婆温梦琪居然是坐公交车回家，难怪毕业之后同学们都蒙圈了，没人知道他们家居然那么有钱。一眨眼就到了周6早上，下午2点和温梦琪约好在万达广场的见面。为了这次约会，我还是准备很充足的，不仅买了2杯奶茶，还买了一个精致的小手链作为礼物。过了一会，我便看到了远处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小富婆温梦琪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手里还拿着一个白色小包包，1.63米的身高，穿着一个小高跟鞋，整体看上去特别有气质。虽然现在还是素颜，也没有学会化妆，而且眼镜也没有摘，但已经看得出来是一个小美女胚子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没穿校服的样子。小富婆温梦琪有些腼腆的小声道：好看吗？有些紧张的捏了捏手指，我扑哧一声笑道：好看。那给你买的奶茶和送你的礼物。温梦琪摇了摇头，拿着。我直接把盒子塞到对方的手里，笑道：你打开看看，如果不喜欢应该是可以换的。温梦琪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瞬间整个人都呆住了。我顺势笑道：怎么样，我帮你戴上吧。温梦琪呆呆地愣住了，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手链已经戴在手上了。随后我便主动牵着温梦琪的手走进了商场。温梦琪显然是第一次跟男生牵手，她有些害羞的想要挣扎，但是最后还是被我拉住了，只能低着头乖乖地跟在我身后被拉着走。一路上到了商场的4楼，大概因为是周6日，所以电影院里的人还挺多的。你在这等一下，我去取票。对了，要不要买点爆米花？我问完之后才发现是白问，因为小富婆温梦琪已经直刷刷盯着旁边的小朋友的爆米花流口水了。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林一飞。孙斐突然兴奋地喊道：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回头一看，发现孙斐和2个一中的同学居然站在自己身后排队。聊了几句，我就端着爆米花和橙汁找到了小富婆温梦琪，然后笑道：走吧，检票了。刚看到我一中的同学，话落，温梦琪顿时吓得呆住了，害羞地把头埋了起来，生怕被人看见。我看着她那呆萌的样子都要笑死了。说实话，小富婆温梦琪虽然现在是不会化妆，但是她素颜也并不差，只是因为性格问题在学校班级不受欢迎罢了。此刻孙斐几人看到后便开始起哄，王松涛还特意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他们班群里，班群瞬间活跃起来了。林一飞好渣哦，不是喜欢陈思柔吗？居然跟其他女生出去看电影。突然有人艾特陈思柔发了一条信息，她以前喜欢你的呀，怎么转学后就变心了？陈思柔并没有说话，只是咬了咬牙把照片发给了沈星月。我的天，你在哪里拍的？是我们班里男生在电影院遇见拍的。其实我跟你说呀，那个女生在我们班都是被笑的那种，我都服了，林一飞居然会看上她。随后沈星月滔滔不绝地把我和温梦琪的所有事都告诉了陈思柔。此刻我和小富婆温梦琪坐在电影院里的角落处，我凑在对方的耳边小声地问道：你是第一次跟男生出来看电影吗？温梦琪呆呆地点了点头，随后又啃着爆米花，真好吃。我真的是被对方的呆萌逗笑了，以前为什么没有？没人约你吗？还是家里不给？温梦
梦琪犹豫了一下，然后嘴巴做出了一个动作回答：“不给。”那你今天偷偷出来的？温梦琪小鸡啄米般的点了点头，还故意的嘘了一声的动作。那晚上你是不是要回家吃饭？温梦琪惊呆了，他理所当然的点头。他突然紧张的做了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双手捂胸警惕的盯着我。我直接笑骂了，我是想说是在外面吃了再回去，还是要回家吃饭？不是问你晚上回不回家。温梦琪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误会了，他顿时耳根微微羞红，小声的哦了一声。我发现这小富婆太可爱了，不过这样也好，起码知道保护自己，不会太容易被男生骗。电影散场已经5点半了，和温梦琪分开后，我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给孙斐发了一条讯息，约定在附近一起吃饭。我笑道：“找你其实还是有事让你帮忙，你表哥应该还在网吧当网管吧？”孙斐愣了一下道：“啊，又要喊人吗？你又得罪谁了？”我摇头笑道：“不是，我没得罪人，是想要找人在我的网店买东西，这样我的店铺里的销量就可以提升上来了。”随后我便把分成和操作一一解释清楚。一眨眼周6日休息就过去了。孙斐的动作速度也是快，上来就是30几人搞了起来。我从下午3点钟一直忙到了晚上7点，累得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正想休息一会，却突然发现班群沸腾了起来。是班主任梁雨婷发了一条信息：“同学们，因为郑岩松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家里父亲也在上周出了车祸，现在比较困难。经过了解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伸出援手帮助一下郑岩松。老师下周会跟班长一起去医院探望郑岩松的奶奶。”我愣了一下，随后突然灵光一闪，笑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捐款估计捐不了多少，帮我干活倒还能挣一点。”于是找班主任要了郑岩松的电话，打过去了解了下他家里情况，顺便把怎么赚钱的事也说了一遍。了解清楚后，对方算是彻底拜服了，当即就要跟着自己一起做生意。第二天上午都是在讲4校联考的卷子，中午吃过午饭，突然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我抬头一看，是语文老师罗文轩站在教室门口。语文老师罗文轩笑道：“4校联考的成绩出来了，你小子确实可以，咱们2中一共就2篇满分作文，其中就有你1篇，而且语文你第4。”我眼底一亮道：“那可以啊，不过没有拿到全校第1咋办？毕竟之前自己吹了牛，让老师上课不要管自己。”随后语文老师罗文轩似笑非笑道：“等出了成绩看吧。对了，你那个小说确定是自己写的，没有抄袭吧？”我点了点头。罗文轩笑道：“没事，我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教育局的领导就过来考察了。一中不是弄了一个文学创作大赛吗？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但是也准备在高2成立文学社，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校长的意思是直接喊你过去参加公开课，作为学生的代表榜样发表一下写作心得，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等等。到时候可能领导也会来旁听这个公开课，所以明天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小说的剧情，摘抄一些段落进去，演讲的时候稍微能有一点说服力。”我回到教室，蒋诗琪好奇的抬头问道：“老师找你干嘛？”我微微笑道：“没啥事，就告诉我语文拿了年级第4名。”瞬间周围的同学全都激动的围了过来，还说我们学校一共2个满分作文，我拿了1个，众人顿时都是羡慕的眼神看着。对了，林亦菲，最近一中那个文学创作大赛你看了吗？笑死我了，他们弄了一个人气榜投票，结果第1名你知道是谁不？同学郭燕泽憋不住笑的解释道：“就是你，准确的来说是你的那本小说票数最高，直接是碾压第2名，就是第2名到第10名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你的票数高。”与此同时，一中副校长郭海波在办公室里气得直喘气，他对着电话里的宋文博骂道：“你自己看看现在网上是什么情况，全部加起来居然都没有他一个人的分数高，这简直太离谱了。”班主任宋文博打开网上看了一眼，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后面9个排名加起来都比不上第1名的票数。班主任宋文博紧张道：“不是，郭笑，你听我说，这个排行榜肯定不准，没意义的，这林一菲早就退学了，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的这个参赛规则，所以这个没有参考价值。”副校长郭海波嘲讽的笑道：“老宋啊老宋，你是真蠢还是假蠢？这重要吗？你看看现在这像话吗？立刻马上，我要看到一本能够比得上林一菲的这本小说的作品，然后把这个第1名的位置给我顶下来。”班主任宋文博深吸了一口气，忽然灵机一动道：“等等，郭笑，我这突然有一个想法，要不我们找一个老师来写，然后把这个第1名给抢下来，你觉得怎么样？”副校长郭海波犹豫了一会，反问道：“你让老师来写？”宋文博笑道：“刘老师以前不是出过书，他来写肯定没问题。”副校长郭海波摇头道：“不行，这不就是作弊吗？一个老师赢了学生说不过去。”宋文博笑道：“当然不是刘老师亲自写，让他辅导一个学生写1对1那种。”副校长郭海波一挥手道：“算了，没必要折腾了。我估计领导也知道这孩子转学的事情了，毕竟他自己都写出来了，就把那个排名给删了就行。后续郑重声明，只限本校学生报名。”此时我点开了一中的贴吧，看了一眼，惊喜的笑道：“还真的是，我看看能不能留言一下。”没想到刚编辑了一行字按下发送，却弹出了提示：“帖子不见了。”同学郭燕泽在旁边愣了一下：“不会吧？我看看，卧槽，这贴真的被删了。”我笑了笑说道：“这贴被删是正常，有我的书在上面铁定是不符合规矩的。”然而就在此时，教室门口有人激动地喊道：“4校联考的成绩在楼梯口贴出来了！”不少人都朝着教室外走去，等下上课老师就发成绩单了，急什么？对吧，温同学？我回头看了一眼小富婆温梦琪，温梦琪也是小鸡啄米的点了点头，但还是拉着蒋诗琪也挤了过去看成绩。“不是，你点头了还跑过去干嘛？”我真的是哭笑不得。终于铃声响起，班主任梁雨婷缓缓说道：“都回来吧，别看了，上面只有年级前100的，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的就没有进去前100。”话落，好几个男生都笑了出来，我特么就说怎么找不到。随着众人都回到了教室里坐了下来，班主任梁雨婷在台上笑道：“我念到成绩的上来拿成绩单。林亦菲136分，全班第1，年级第3；沈新月136分，并列全班第1，并列年级第3。不愧是一中学霸，一来就考第1名了。”众人都用羡慕的眼神望向了我。这个是你们英语的成绩单，各个科目的成绩，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会带过来。不过作为班主任，我倒是有一个惊喜，语文年级第1在我们班里。话落，众人都激动起来了。蒋诗琪特意回头看了一眼我摆了摆手。
手道：“不是我，我是第4名。”然而下一秒，班主任梁雨婷就笑道：“就是你，林亦菲！”瞬间，所有人同学都转身看着我。他刚才不是说自己第4吗？几个同学刚才听到了我的话。此时，班主任梁雨婷惊讶道：“谁说他年级第4的？”此时，一个同学笑道：“刚才语文老师路过，好像说他是第4名。”闻言，班主任梁雨婷立马纠正道：“他就是年级第1。”话落如雷般的掌声响起，就连温梦琪都是仰慕的眼神看着自己。我摸了摸鼻子，笑道：“运气好而已，我总不能说自己这是第2次做了吧？”班主任梁雨婷笑道：“好了，等下语文老师上课，再跟你们讲一讲他的满分作文。”另一边，在一中的课堂上，语文老师正在分发试卷，拿到试卷的同学都开始议论纷纷。卧槽，你好厉害啊，作文53分耶！语文老师突然叹气道：“这次考试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作文题目都已经提前给你们说过了，结果呢，还有大堆人是拿45分、48分的作文。”突然，老师转向问到孙斐：“你考得怎么样？”孙斐尴尬的低头道：“老师，我那个不怎么样，哎，白瞎了你以前还跟林亦菲是同桌。”闻言，孙斐解释道：“林亦菲语文也不行啊。”语文老师刘云不紧不慢的回道：“本来呢，他转学了就没必要关注了，但是人家确实是厉害，这次4校联考林亦菲语文成绩第4名，而且作文拿了满分。”话落，孙斐目瞪口呆道：“不是吧，老师，我记得林亦菲语文不行的呀，难不成去到2中就开挂了？”语文老师刘云白了一眼笑道：“说不定去到2中比在这还努力呢。”闻言，孙斐哭笑不得：“努力个球啊努力！特么在群里搞7搞8做网店卖魔物内衣，还跟女同学约会看电影。”随着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我站在楼梯口看到了贴在走廊里的分数排名，蒋诗琪和温梦琪2人站在旁边。哇塞，好厉害！语文年级第1，数学年级第3，英语年级第3，也就是理综差了一点，总分是年级第10耶。蒋诗琪很是羡慕的开口道：“如果把理综成绩拉高一点就好了。要知道我上辈子的弱项是语文，强项是理综和数学，英语排在中间，但是理综的化学和生物实际上有很多硬知识要记下来的，自己毕业之后就完全抛之脑后了，所以重生回来能够拿到这个分数已经算不错了。倒是语数英3科远超从前的分数。”温梦琪指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拉了拉我，示意让我看一眼。小富婆温梦琪排在年级41名的位置，她嫩白的小手指着自己的理综的分数，然后有些得意的看着我，像是在炫耀什么。我微微笑道：“哟，考得不错嘛。”我下意识的捏了捏着温梦琪的鼻子说道：“你把分数提一提，别去魔都音乐学院了，去燕京音乐学院，这样的话就能看到我了。”蒋诗琪在旁边惊讶的问道：“你要去燕京念书吗？考什么学校？”随后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当然是清北啊。”闻言，温梦琪呆呆的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魔都音乐学院？”凭借上一世的记忆，我清楚的记得小富婆就是去了魔都音乐学院，虽然也是国内顶尖的艺术类学院了，但是自己作为重生者，肯定是要报考国内最顶尖的学府的，无论是文凭、社交圈层，还是以后的发展都完全不一样。况且自己现在最有把握的就是高考，高考之后反而是失去了优势了。大学这几年，自己还可以凭借对未来发展的预判进行创业发展，一旦过了这几年，要改变人生的难度就要翻无数倍。所以现在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极为重要。本来写小说是最靠谱的，毕竟知道日后什么作品会火，但是仅仅凭借记忆，未必能够把经典作品完美复刻。这个时候刚好有小富婆的资助，我发现电商可能会是一条更容易通向成功的捷径。第2天早上，我刚到学校就接到了语文老师罗文轩的电话，让我去一趟办公室。我匆忙回到了教室里，放下书包，却惊讶地发现桌面上又摆放着一份早餐。此时沈新月笑嘻嘻跑了过来道：“我给你买了，你怎么还买？”然后故意凑在我耳边笑道：“魔物内衣。”扑哧一声就回到了座位上坐了下来。他昨天无意中看到了郑岩松在打包快递发物流的朋友圈，就私聊问了一下，没想到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我逗乐地笑道：“别说出去啊。”沈新月美滋滋地过去把我的早餐给拿走，说道：“那你吃我的，不许再给温梦琪，不然我就告诉别人你的秘密。”我皱起眉头调侃道：“你威胁我？”沈新月撒娇的语气回道：“我只是想让你吃我买的早餐而已。我知道你上次故意给温梦琪了，我也知道你们周6去看电影了，我哪里比他差？为什么不能给我机会？他本来就喜欢学霸，特别是这次4校联考之后，彻底对我更加感兴趣了。虽然是自己小学同学认识的，甚至还追过自己小学同学，但他也觉得无所谓。反正陈思柔也说没有跟对方在一起过，只是有一点点暧昧而已，更别说现在都拉黑了。而且沈新月特别不服气的是，自己长得比温梦琪好看，而且还比对方会说话，还主动，凭什么抢不过那个呆呆的女生？我当即开口回道：“可以，你拉黑陈思柔并考上清北，你做到的话，我会考虑。”转眼第1节课的铃声响起，物理老师南国兴走进了教室，成绩大家应该也看了，现在把卷子拿出来。对了，林亦菲在哪？我举起手来道：“在这呢，老师。”你小子针对我是吧？语文、数学、英语，科科都考那么高分，理综却不行了。话落，物理老师就拿着试卷给大家讲了起来，一看就是那种效率很高的老师。到了第2节课，就看到有领导在学校里巡查。此时领导走到我们班级门口问道：“刚才你说的那个在一中转学过来的学生就在这个班级吧？”接着教导主任刘小平就笑着走了过来，和物理老师打了个招呼，便喊道：“林亦菲在吗？出来一下。”我站起身来，瞬间被所有的同学们目光聚焦。我慢慢走出教室，然后礼貌地对着老师们点头道：“老师好。”教导主任刘小平对着我说道：“别紧张，这个是省教育局的宋主任，还有这边的都是教育局的领导老师。”宋主任笑呵呵道：“你就是那个在一中贴吧写那个小友退学的作者是吧？不错不错，我听说
说你是一中转学过来的，那你应该是对2个学校都有了解，而且你成绩也不错是吧？好像是因为那个。接着教导主任刘小平抢答道：打架，这孩子嘛脾气冲，不过成绩很好，在一中也是年级前10，过来2中这次的4校联考也是年级前10。宋主任笑呵呵地说道：打架肯定是不对的，我就问一下你，你觉得一中和2中最大区别在哪？你觉得哪个学校的学习氛围更好？话落，教导主任刘小平人都麻了，这问得太突然了，他有些紧张地看着我，我微微顿了一下便开口说道：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中的学习压力会更大一点，但是我更喜欢2中。话落，2中的教导主任刘小平就露出了8颗牙齿的微笑。哦，能不能说具体一点，为什么更喜欢2中？在一中念书，感觉我念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学校，为了家长，为了所谓的不辜负父母。这种理念会让学生学习的压力很大，同时还带着一种委屈。比方说我在2中的时候，班主任就不止一次说过，包括教导主任也是这样说，你不要辜负父母的期待，你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你想想父母多艰难才把你送来一中，如何，一定要回报父母。我觉得孝顺固然重要，回报父母固然也很重要，但是过分的灌输给学生这种概念，对青少年的思想成长是不利的。为了别人，所以我们才要念书，但是在2中就不一样。我在1中的时候，体育课就自由活动，但是自由活动很多人还是会回到教室自习，为此学生的身体健康体能就差很多。来到2中，体育课必须跑800米，跑完了，大家该玩的玩，该休息的休息，看上去没有1中那么浓厚的学习氛围，但是更符合劳逸结合这样的学习方式。在我看来，2中对于学生的这种教育理念和1中截然不同。或许在学习分数上，1中会有略微的优势，但是我觉得从学生的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包括以后毕业之后，2中的学生或许会更加优秀。老师，我来到2中的时间不长，这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教育局的领导们听完之后纷纷点头，说得太棒了，这孩子不愧是能写小说的人，逻辑理论用词也都非常严谨。领导半开玩笑的跟教导主任说道：要不是这孩子是我们突发奇想喊出来问话的，我都以为你们是提前安排好的演讲稿子。这一下子把1中和2中的优劣势说的倒是很清晰。教导主任刘小平笑呵呵道：那肯定是不可能，主要是林一飞确实比较优秀，思想也比一般的同学成熟，这次4校联考他作文也是拿到了难得的满分，表达能力好。教导主任刘小平很是满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顿时对我印象又好了几分。太会说话了，听起来就是在夸奖2中，但是夸的又不明显，最后还来一句待的时间不长，让领导听起来就很舒服，不像是那种单方面的吹捧。此时又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推了推眼镜，狂笑道：对了，还有一个是省里要挑一个学校作为省重点示范性学校，考核的方向当然包括了学习环境、升学率、师资力量以及学校的各方面条件等等。目前来看，1中是更符合这个示范性学校。如果你要投票的话，你会投哪个学校？我故意摸了摸头，假装很艰难的回道：老师，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在哪个学校我就希望哪个能选上，所以我投2中。几个老师纷纷都乐悠悠的笑了出来，哈哈哈，也对啊，谁都希望自己的母校能选上。就在此时，我鼓起勇气说道：老师，我能跟你们一起拍一张照片吗？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比较虚弱，我想跟别人吹嘘一下，领导找我聊天了。此刻几个教育局的领导被这一番话给彻底逗笑了，这孩子太有意思了，我们又不是明星，有什么好炫耀的？我憨憨的解释道。可是我觉得能当教育局的领导就很厉害了。几个领导一看这孩子还颇为有意思的，而且也把他们夸得跟明星一样，拍个照还能炫耀出去，当即就笑道：行，那给你拍一个。对了，你小子小说写的也不错，要加油啊，争取以后成为大作家。当即我就跟领导们拍了1、2张照片，顺势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太好了，教育局的领导们夸我了，还问我1中和2中哪个好。下午请假一段时间的郑岩松也回到了班里上课，大堆关系还可以的同学都纷纷关心着他。郑岩松稍微解释了几句就趴在了桌子上，而此时刘子阳在旁边小声道：你不在这几天林一飞可牛逼了。随后把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都讲了一遍，甚至还把沈新月给我买早餐的事也说了。此刻我突然拿着一瓶还没喝的牛奶扔了过去，笑道：刚买的，做的怎么样？郑岩松接过牛奶便拉着我走到了教室外，还特意走到了走廊尽头里私聊，这可把周围的同学看傻了。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关系那么好了？蒋诗琪忍不住八卦的朝着温梦琪问道：他们2个不是要打架吗？怎么一下子又聊在一起了？温梦琪也是呆呆的摇头，就连沈新月都呆住了，那2个人居然在有说有笑，现在效果真不错，有不少真正的客流进来了。昨天我算了一下，卖了36单。聊了会网店目前的情况后，我逗乐的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道：对了，你要不赶紧把沈新月追了吧，不然他老烦着我。郑岩松低着头尴尬的笑道：不是我不想啊，你也看到了，所有办法我都试过了，感觉他还是喜欢你这种又聪明学习成绩又好的。我微微笑道：你提高一下，考得比他高分不就行了，说不定他还反过来追你呢。郑岩松想都不敢想沈新月能反过来追自己，信我，沈新月其实没那么难追，重点不是追，重点是强大自己，让他仰望你。中午吃饭时我打开朋友圈顿时就笑了，特别是那条跟教育局领导的合照，直接被点赞刷爆了，牛逼啊！教育局的领导还问你1中和2中哪个好，不愧是你，到了2中也一样独领风骚，甚至孙斐也单独发来信息，刚吃饭看到你的朋友圈，我怀疑你是故意的，所以就帮你截图转发在我的朋友圈了，好兄弟6啊！此时文艺委员严子期走了过来说道：温梦琪，上次老师说的文艺汇演你要报名吗？温梦琪拘谨的摇了摇头，继续低着头吃饭。严子期犹豫了一下，哎呀，可是上次你弹的真的很好，我感觉我们班最拿得出手就是你了，你不参加就损失太大了，难道你不想在林一飞面前展示一下你的
弹奏水平吗？闻言，温梦琪羞得脸蛋红彤彤的。我扑哧一声笑道：“没事，全看你自己想不想参加，没人能逼你。”此时，颜子琪故意凑在温梦琪耳边说了一句话，随后温梦琪便咬了咬牙，小声回道：“好，那我参加。”颜子琪开心的直拍手道：“哈哈哈，太棒了！那林一飞你呢？你看温梦琪都参加了，现在是高中最后1年了，有才艺就别藏着掖着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文艺委员还真挺会哄人，而且也不知道跟小富婆说了些什么，居然还真的说服了对方。随后我便应了一声道：“再看吧，如果到时候班里真没人报名的话，我也可以去。”文艺委员颜子琪笑嘻嘻道：“那我不管了，就当你报名了。你有什么才艺？”我嘴角微微上扬，特意看了一眼小富婆温梦琪，发现这小傻瓜还挺好奇和期待的，这才开口道：“Magic 魔术。”另一边，在一中的饭堂里，几个老师正在吃饭。宋老师，你们班之前那个林一飞还记得不？听说现在在2中了不得呀，就连教育局的领导都跟他合拍了，是不是家里有人啊？高3、2班的班主任宋文博眉梢微微一皱，什么意思？教育局的领导？旁边的郑老师笑道：“你不知道，我也是看我学生的朋友圈转发的。”随后，高3、2班的班主任宋文博就看到了我的那条朋友圈。宋文博目瞪口呆道：“这我还真不知道啊，没听说他家里有这关系。”一下子他的心就扑通的沉了下来，这该不会要出事吧？慌慌张张的吃完饭，紧张道：“那个郑老师，你能把这个照片转发给我不？”老师宋文博前脚急匆匆的从饭堂里离开，剩下的几个老师都忍不住调侃吃瓜起来了。听说这个林一飞是跟他吵架才退学的，要是人家真的有背景，搞不好他的这个高级教师申请是够呛了。你们不知道吧？其实跟林一飞打架的那个学生，其实是……此时宋文博来到了教导处办公室，刘强皱起眉头看了一眼这照片，确实是上面的领导，只是看着这背景应该是在2中学校里面。随后便打给了2中关系比较好的老师了解情况。挂断电话后，刘强表情复杂的开口道：“领导知道这个学生是从1中转过去的，还特意把人在班级里喊出来问了一下关于2个学校之间的问题。这孩子说的是在哪个学校念书，就希望哪个学校能评选上示范性重点高中。”宋文博这才松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而就在此时，教导室的电话却响了起来。接完电话后，刘强整个人浑身发麻，因为刚才校长居然亲自来电话，命令所有高3必须上体育课，而且上课不允许回去教室，要待在课外运动。最让他心底发毛的是，居然是教育局一个领导给他们透露的，说2中这方面做得比他们好。刘强是真被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个学生差点闹出大麻烦了，万一真的影响到了1中评选示范性重点高中，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接着刘强灵光一闪，就找到我家长的电话打了过去。喂，你好，林一飞的家长吗？我是1中的教导主任，上次我们见过一面，孩子档案还在我们学校呢，我正巧也想去拜访一下，了解一下孩子转学之后的情况，要不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送去家里。主要是担心孩子因为转学成绩会受到影响，所以想和您聊一下孩子的情况。虽然是退学了，但毕竟也是我们1中出去的，这周末我去家里拜访一下。此时我刚放学回到家里，就听到了老爸和教导主任的通话。我微微笑道：“爸，你觉得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好事？”我也是觉得奇怪，但他强调了好几次说要自己送过来，还说你毕竟是1中出来的，想了解一下你在2中学习情况。我一边吃饭一边掏出手机给老爸递了过去。李建则诧异的看了一眼儿子的朋友圈道：“你还跟教育局的领导合影？难道说1中的教导主任因为这件事想要找你？”我点了点头应了一声，随后吃完饭就回到了房间里，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更新1章小说内容。第2天刚回到学校就吃到了一个大瓜，说是有一个人去参加了中大联考，不用高考就被中大录取了。闻言我便自言自语道：“还是努力学习参加高考吧。”此时回到教室刚坐下去，就听到刘子阳激动地说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老子要上中大了！”话落，大群同学都围了过去。“你该不会也去参加联考了吧？”刘子阳得意地笑道：“你们怎么知道？刚才我爸给我发消息说了。”哈哈哈，这下子高考都只是走个流程而已。不少人都惊叹起来：“不是啊，你怎么考过的？”刘子阳笑嘻嘻地回道：“这秘密可说不得。”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对着刘子阳勾了勾手道：“刘子阳得意地坐在了讲师席的位置。怎么了学霸？羡慕啊，说不定咱俩还能一个学校。不过我还没想好念什么专业。”我凑在刘子阳的耳边小声地说道：“报警吧，运气好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刘子阳愕然道：“什么鬼？你意思是我被人骗了？怎么可能？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去中大里面的电子教室考的，就是人家学校组织的，怎么会有假？”我叹了一口气摇头道，接着便查到了中大招生办电话。那你看这个号码。刘子阳得意道：“我爸早就打过了。”我嘴角微微上扬，戏谑的笑道：“你爸打的是人家派传单的招手电话，那铁定是没问题的。你得在网上这个中大官网上去搜，不过现在那么早，说不定还没人接，等一会9点钟再打。”与此同时，在1中高3、2班的教室里，陈思柔拿着中大录取名单开心的欢呼起来。201人的考试就录取了21个人，其中就有他，并且还邀请大家去家里吃大餐搞派对。然而孙斐则是有些震惊，中大联考陈思柔怎么可能过的了？当即就觉得有些奇怪，并给我发了一条讯息。而我则是不紧不慢的回道：“哈哈，真是巧了，我有一个同学也被录取了，不过现在已经在哭了。”看到信息的孙斐抬头一看，此时同学们已经围着陈思柔各种祝贺了。孙斐还是忍不住嗨嗨的笑道：“那个，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呢？”话落，众人都愣住了。陈思柔皱起眉头嘀咕道：“孙斐，你什么意思？”孙斐则是摇头说道：“我意思是有没有可能中大根本没有联考？”陈思柔哼了一声回道：“怎么会？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去中大学校里面考的，而且每个人都交了钱，之后还要做一个报名考试，报名考试过了之后才能够参加联考，联考也很严格的。你刚才没听我说吗？录取都不到1/10。”陈思柔的好朋友也在旁边打趣的笑道：“就是，怎么可能假的？你就是羡慕妒忌。我跟你说，孙斐你这辈子都考不上中大。”闻言，孙斐本来不想直接把话说得太难听，但是刘子言的这话让他觉得有点反感，随后便直接说道：“我刚问了林一飞，说这中大联考是假的。”话落，所有人都蒙圈了。下一秒，刘子言一咬牙：“林一飞算什么？他肯定也是妒忌我们家思柔。我早就觉得他
他不是什么好人，明明是他动手打人，被处分了还要把思柔拖下水。就在此时，突然有一个同学建议道：“不如现在就打个电话问一下中大的招生办不就好了？如果真的录取了，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吧？”陈思柔顿时在手机里找到了一张照片，右下角就有中大招生办的电话。你好，请问是中大招生办吗？此刻班里的人都紧张地竖起了耳朵。这里是中大招生办，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刘子言顿时着急道：“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是不是举办了一个联考，就是提前考试，不用高考就可以录取进去的？”电话里微笑礼貌道：“哦，对，是有那么一回事，但是名额不多，而且现在应该已经考完了。”话落，所有人都沸腾起来。刘子言和陈思柔还不忘对着孙斐一顿嘲笑：“你和林一菲就是羡慕妒忌，自己没考上就说人家的是假的。”此刻孙斐也是蒙圈了，不对啊，林一菲明明说是假的，为什么这边打过去又有呢？此刻孙斐皱起眉头，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当即就上网搜了一下中大的招生办电话，然后趁着课余时间打了过去。最后得到的回复是：我们中大没有举办什么联考，也不存在什么提前录取，你们交的那些考试费肯定是被人骗了，赶紧报警吧，我们校领导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闻言，孙斐顿时笑了，他们刚才打的电话肯定是假的。随后回到教室，正巧班主任宋文博在讲台上讲着题目：“老师，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中大说没有举办联考，是骗局。”班主任宋文博皱起眉头道：“什么骗局？什么中大联考？谁告诉你们中大有联考的？”孙斐逗乐地笑道：“不是我说的，是咱们班里有人说提前被中大录取了。”闻言，刘子言无语地反驳道：“老师，孙斐就是妒忌陈思柔，人家都打电话问过了，还在这里纠缠。”孙斐好笑道：“妒忌什么？我都打电话问过了，根本没有联考，而且还说你们交的考试费都被人骗了。之所以在中大学校里面考试，是因为一开始跟教育机构合作的，没想到是搞这些，人家校领导那边都已经报警了，你们还在这妒忌妒忌，我妒忌个今儿。”陈思柔无语道：“刚才不是打电话问了吗？你怎么那么烦？是不是林一菲又跟你说了什么？”班主任宋文博刚才还有点迷迷糊糊，突然听到林一菲3个字就清醒了。什么？这是跟林一菲有关系吗？怎么回事？于是孙斐将整个事件说了出来。闻言，班主任宋文博皱起眉头道：“确实是有问题，因为据我所知，中大没有联考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也会跟你们说。”陈思柔委屈到了极点道：“老师，我们刚才都打电话去中大招生办了，人家说是真的，我都服了。林一菲说的他就信。”刘子言也是生气道：“就是林一菲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去吃屎？”孙斐不屑道：“关你屁事，好心提醒你们还要被骂。”于是直接转身一脚踢门就走了出去。班主任宋文博一看这阵势，大声道：“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说罢，班主任宋文博就拿出手机咨询了一下关于中大联考的事情。挂完电话，宋文博表情复杂的开口道：“陈思柔，你出来一下，我刚问了，确实是有中大联考之事。”闻言，陈思柔顿时开心的笑道：“我就说肯定有。”然而下一秒，班主任宋文博板着脸道：“但是假的。据我目前了解，中大是没有联考招生的这一回事，但是确实有不少的人参加了中大的联考，是一些培训机构借着中大联考这个旗号去讹钱，听说报名费很贵，是不是？”陈思柔顿时眼眶泛红，哽咽道：“老师，怎么会是假的呢？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妈交的钱。”随后陈思柔哭泣的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话落，班主任宋文博哭笑不得道：“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与此同时，在二中学校，此刻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到了学校，刘子阳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一遍，老师梁雨婷也将其他班级的受害者都喊了过来，让家长一起到派出所进行维权。刘子阳最后垂头丧气的回到了教室里，甚至都没有脸面跟同学聊天了。刚才装了一波大逼，结果居然是假的。蒋诗琪和几个女生都围在一起说八卦，然后小声道：“据说一中也有人发现是假的了。”一开始还不信，在班里吵架。此刻我掏出手机看到孙斐发来的信息，真他妈爽！看到陈思柔哭着从办公室回来，舒服多了。你都不知道，刚才陈思柔和刘子言两人把我气死了，我他妈都想退学了，哈哈哈哈！二中欢迎你，还真的别说，要是去二中能跟你一个班的话，还真可以考虑，在这边真没意思。随后我便把教导主任周六要来家里给我送档案的事也和孙斐说了，顺便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周六来家里聚一聚。闻言，孙斐瞬间就炸了：“教导主任不是跟你吵架了吗？而且你还打了他儿子，这还能给你把档案亲自送上门？”下午，语文老师罗文轩来到教室里：“林一菲，东西都准备好了，待会去那个电子阅览室2楼302，记住别迟到了呀。”随后大群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老师喊你去电子阅览室做什么？”我缓缓回道：“说是要在学校开一个什么公开课，邀请我去当一个学生嘉宾，分享一下我创作的一些心路历程。”这样子还真的别说，刚开始我想着也就是一个公开课而已，应该没什么，随便吹吹牛就混过去了。然而真的到了电子阅览室2楼302，才发现里面居然坐满了人，全都是高1和高2的学弟学妹。语文老师罗文轩在旁边笑道：“来了呀，等下教育局领导包括我们学校的领导都会过来听课，公开课到时候会拍摄录制下来，你不用紧张，到时候听我的指挥。”几分钟之后，随着铃声响起，语文老师罗文轩拿着麦克风站在台上笑道：“今天我们这一节公开课的主题是如何让阅读和写作成为你的爱好。很多人说我不喜欢看书，不爱看书，我也不爱写作文是吧？有没有谁会说我爱看书的举手我看看。”此时站在旁边嘉宾位置的我举起手来笑道：“我只要不是学习的书我都爱看。”话落，全场都笑了出来，一下子气氛就上来了。几个教育局的领导也是交头接耳替调侃了起来：“怎么又是这孩子啊？这孩子确实挺有意思的。”语文老师罗文轩笑道：“好了好了，你们别听他乱扯，他
它比你们看书要多的太多了。为了让我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写作能力，我校正式成立文学社。随后便把文学社介绍了一遍。加入文学社，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自己喜欢看的书、小说，或者说是文学刊物、课外读物等等，可以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可以在放松之余把阅读和写作提高上去。我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咱们二中贴吧小有退学的小说？举手我看一下。话落底下的学弟学妹们纷纷举起手来。语文老师罗文轩笑道：“说明你们还是爱看书的嘛，只是看的不是课本而已。”随后又微微笑道：“那么你们有谁知道这本小有退学是谁写的呢？”底下一阵又一阵的议论纷纷，接着继续顺水推舟的笑道：“现在有请我们文学社的特邀嘉宾，小有退学的作者高三4班的林亦飞上台。”话落一阵如雷般的掌声，底下的学生一个个都睁大眼睛看向台上的我。上台的瞬间就引爆了全场气氛。大家好，我就是高三4班的林亦飞，不务正业，不爱学习，大家千万不要学我。看大屏幕，这就是我的4校联考成绩单。我把自己的成绩单给拍到了 PPT， 开场就把自己的学霸成绩摆了出来。我站在台上笑道：“为什么我会先把自己成绩亮出来？有没有哪个学弟学妹知道的？举手我看看。”很快就有一个男生鼓起勇气举手说道：“学长，你是想告诉我们，你之所以写小说不是因为玩物丧志，而是你本来就学习成绩很好，同时你语文和数学都很高分，所以你写的小说不仅文笔好，而且逻辑还非常强。”闻言我逗乐的笑道：“错，大错特错！我之所以先把成绩摆在这，就是为了炫耀的，告诉你们站在台上的不是谁，而是成绩遥遥领先于你们的学长。我就想问你们屌不屌？”话落底下的学生们瞬间沸腾了，屌爆了！此刻语文老师罗文轩都急了，顿时拿着麦克风笑道：“哎，用词要文明啊，特别是你林亦飞，说什么呢？”领导都在看着，底下的学生一阵欢笑，领导们也是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校长更是不得不主动跟旁边的领导解释。我继续笑道 ：“OK， 回归正题，咱们炫耀归炫耀，那么今天既然是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文学社的嘉宾，来分享一下我的创作心路历程以及所谓的心得，肯定还是要给大家上一点干货的。来一个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呀。其实就3句话：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坚持做，坚持的事情开心做。什么叫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为什么我会提到让大家做简单的事情，而不是去针对所谓的困难？有没有人知道的？”这个时候又有2个女孩子举手，不过我话锋一转笑道：“别举手了，我不会让你们回答的。B还是要我自己来装。”又是一阵欢声笑语，学生们都乐坏了。随后我眯笑着眼道：“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人各有所长，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一面，有的人擅长运动，有的人擅长绘画，有的人擅长音乐，有的人擅长吹牛。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在你擅长的领域，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显得很简单？比方说考一个140分的语文，难吗？”底下的学弟们大声地喊道：“难！”而我啧地笑道：“在我看来就很简单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却很难，这就什么？这就是天赋。”学生们直接被逗坏了，就连教育局的领导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摇了摇头，凑在了旁边小声道：“这孩子还真的会说，也自信。”我继续说道：“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并不是指所有简单的事情，而是对别人来说有门槛、有难度，但对你来说却略显简单的事情，这种事情你要重复去做，千万不要觉得没意思、无聊、无所谓、没挑战，因为你一旦放弃了这个所谓简单的事情，去做困难的事情，其实就等于放弃了你所擅长的天赋，丢掉了你真正的特长。”话落底下的领导们不禁眼底一亮，这个论述角度有点意思。随着我的一番演讲，底下同学们的掌声如雷响起，就连语文老师罗文轩都忍不住点了点头。不愧是满分作文的文学学霸，甚至坐在后排的教育局领导，包括学校的校长都欢笑的鼓起掌来。这说的太好了，比我在前几个学校听那些老师讲的都要精彩。一场公开课之后，几位领导都纷纷笑着离开，甚至还多次夸奖了我的才华。我更是一下子在学校里收获了许多的迷妹迷弟，好几个小女生都鼓起勇气上来找我要联络方式，而我都摆了摆手拒绝。随后语文老师罗文轩在旁边夸奖道：“你小子行啊，校长说这一次的公开课要把拍下来的视频放在咱们二中官方网站上宣传，可惜你是高3了，不然这个文学社社长的位置非你莫属。”还真的别说，当天晚上我的演讲视频就已经在校园贴吧里被发了出来，甚至还被加精置顶。一时间许多二中的学生涌进去观看视频，在底下各种留言：“原来小说就是你写的呀，我要给你生猴子。”然而根本没人知道，这样一个被许多同学羡慕的高3学生，此刻却在做一件同龄人都不敢想象的大胆事情。因为我躲在房间正在挑选新款的魔物内衣，准备在圣诞节搞一波活动。不过前期投入了不少钱，小富婆温梦琪的金库已经要被我掏空了，20几万现在就剩下5万多。次日乘坐公交车回学校，想不到却碰到了2个熟人。随后我便看向那道曾经在我上辈子落下深刻烙印的身影上问道：“中大那个钱追回来没有？”哎，你说现在的人怎么那么坏？闻言陈思柔低着头走到了我的跟前，小声道：“对不起，还好你提醒了我们，不然可能没那么快发现。”就在此时，车子突然晃了一下，陈思柔顺势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才扶稳身子。她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我，轻声道：“你圣诞节有空吗？我知道你肯定还在生气，但我想请你吃饭道歉好不好？”她抬头眨了眨大眼睛，不得不说陈思柔确实是那种长得很漂亮的女生，楚楚可怜的语气就连车上的男生都看呆了，但这对我并没用。我皱起眉头回道：“没空。”陈思柔摇晃着我的手臂撒娇道：“好啦，我知道错了，你别生
生我气了。刘子言也是在旁边劝说道：“你看陈思柔都跟你道歉了，你就给个机会嘛，男生不能那么小气的。还别说这2个女生这一套下来，稍微心软一点的男生，或许真的会被他们骗进去。鬼知道自己上辈子吃了多少 PUA。最后得知陈思柔和赵天磊在一起，甚至还要结婚的消息后，我彻底崩溃了。现在重新看着这个所谓的初恋校花，我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可以说除了陈思柔的颜值还不错以外，对方给自己的感觉甚至还不如沈心月。于是我果断拒绝后，就直接下了公交车。因为圣诞节要来了，我便写了一张纸递给了小富婆温梦琪。约温梦琪看着字条里就一个字，瞬间无语了。就在此时，郑岩松突然激动地欢呼起来：“牛逼！”在聊天的同学都吓了一跳。随后郑岩松赶紧过来找到我，掏出手机登录网店商家后台，眼底满是藏不住的激动。你看，圣诞节我们主推的这个单品卖爆了，后台好多人私信什么时候到货。我缓缓说道：“这仅仅只是开始，这样你统一回复，就说正常发货3至4天到，加急可以次日达，不过运费要他们出。”郑岩松一咬牙道：“我请半天假，那么多客人咨询，我姐肯定是忙不过来了。”我灵机一动道：“我有办法。”此刻2人就来到了教师办公室，敲了敲门。班主任梁雨婷回头一看，发现是我和郑岩松2人进来了。怎么了？又吵架了？老师，我想申请一下在学校借一台电脑，或者去电子阅览室开机。班主任梁雨婷皱起眉头，转身问道：“你们借电脑要干什么？”我做一些跟学习无关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保证，郑岩松一模考试能过1本线。话落，郑岩松人都傻了，紧张的拉着我小声道：“1本线怎么考？我不行啊！”看到这一幕，班主任梁雨婷也笑了，顿时调侃道：“你看他自己都不信，还想我信？你要是说你自己能考1本，我觉得还能信。但是郑岩松怎么考？他英语短板，语文也落后。不对啊，刚好他落后的这些你都擅长是吧？你要教他。老师，我不仅仅要教他，而且务必让他一模考试能上1本线。”班主任梁雨婷白了一眼这小鬼，然后打趣的笑道：“你说了不算，万一考不了呢？而且你们要电脑到底要干什么？”郑岩松一咬牙道：“算了，老师，要不我请半天假吧，就说家里有事。”此刻班主任梁雨婷懵逼了，这2人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就不能说清楚为什么要用电脑吗？这我不批就要请假，那请假也不批，你是不是要旷课？随后郑岩松应声道：“对，要是您不批，我只能旷课了。”你班主任梁雨婷直接被气得站了起来，抓着我俩就来到了走廊批评起来：“林一飞，你先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解释不清楚的话也别上课，一直到说清楚为止。”郑岩松也是一脸懵逼，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居然还说要让自己一模考上1本线。要知道现在自己2本线都差40-50分。然而就在此时，我突然开口：“老师，告诉你可以，不过你要保密。”梁雨婷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好，我答应你，你说吧。”下一秒我就把自己魔物内衣的店铺打开，把手机递了过去。班主任梁雨婷一看居然是魔物内衣，瞬间脸都红了，嗔骂道：“你这孩子怎么看这些？直接人都傻了，偷偷看就算了，居然还给老师看。”郑岩松也是瞪大眼睛：“卧槽，不是吧？给老师看，这能给吗？”我最后花了10几分钟才把这前因后果解释清楚。闻言，梁雨婷叹了一口气，惊讶道：“你呀，真的是把我吓到了。小年纪，你说开什么店不好，怎么还卖这种东西？”想到刚才那几个魔物内衣的照片，他这个成年人都要脸红，难以想象这孩子居然还是商家老板。要是郑岩松干出这事，他惊讶归惊讶，倒还是能理解，但是偏偏居然是我这种好学生干的，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应声笑道：“老师，这合法且正规的，所以其实您批不批，郑岩松都要请假。我在想，还不如给他一台电脑，然后让他在学校待着，起码上下课的15分钟，午休吃饭时间都可以利用上，也可以最大程度确保他的学业正常。当然我知道这样做不符合规矩，要是我在1中，我肯定是说不出这话的，但这里是2中，而且我的班主任是您啊。”梁雨婷扑哧一声笑道：“我怎么了？我就肯定能答应吗？”我很是肯定的回答：“能，我相信老师，您是真正意义上为了学生的好老师。”梁雨婷哭笑不得道：“好了，别把老师抬得那么高，你这嘴皮子功夫是真的了得。我可以把家里多余的笔记本电脑带过来，只要下课过来办公室找我要就行了。问题就是在于，万一别人问起来怎么办？而且你这家店卖的东西被其他学生和老师看到都不太好。”话落忍不住白了一眼我灵机一动回道：“图书馆，把电脑寄托在图书馆里。”然后郑岩松下课就直奔图书馆。梁雨婷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可以是可以，不过始终觉得这样不太好，但也明白郑岩松的家庭情况。”我直接一把按着郑岩松的脑袋，然后弯腰躬身喊道：“谢谢老师。”看到这一幕，梁雨婷也是实在是没了办法，叹了一口道：“行了，那就这样吧。”周4打开商家后台一看，营业额居然突破了30万。就在郑岩松还在激动之时，我哭笑不得道：“别激动，问题又来了，特么30万的货，咱们要先垫资金才能发出去啊，不然怎么弄？”郑岩松这才紧张道：“对，刚才我就想说这事，刚才我试了一下，提示银行卡没钱了，所以很多订单现在没办法代发，怎么办？我想办法吧，等我消息。”我知道郑岩松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毕竟有钱早就借了去医院以及车祸赔偿了，怎么办呢？跟父母摊牌，告诉他们你儿子现在有出息了，一天几10万流水。我当即就把这个想法给否定了。就在此时，温梦琪突然发了一条讯息过来：“在干嘛呢？”我眼珠子一转，当即回复：“在想某人，你还有没有钱？”随后温梦琪回道：“没有了呀，都给你了。”看到信息我脑子一白，好像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毕竟小金库都已经被自己拿完了。却不料10分钟之后，温梦琪再次发来信息和一串数字。看到信息瞬间，我嘴里吐出2字：真牛逼！我偷了我爸的卡，他的卡里应该有钱。此刻我有种脑袋嗡嗡的感觉，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上辈子温同学会被渣男骗了，这是真的太蠢了呀！怎么会有那么蠢萌的女生啊？家里人的卡都能偷出来。随后我回复说道：“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会不会报警抓我？”“不会的，我爸有很多张卡，不见了一张他可能都不知道，反正等发现的时候你再把钱存进去就好了。”我真特么要感动哭了，老子要是不好好珍惜这小富婆就真是大傻逼。我当即就跑到了外面
外面的银行 ATM 机里，按下了无卡业务，随后点开余额查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这卡里面居然有145万，我忍不住咽了一咽口水。也就是说前前后后加上小富婆的全部金库，自己差不多拿了对方200万了。周五早上我坐着公交车回到了学校门口，并且给小富婆温梦琪带了早餐。回到教室等了好一会后，才看到温梦琪和蒋诗琪2人回到教室。随后我贴在温梦琪的耳边小声道：太多人看着了，不然我就喂你吃了。小富婆温梦琪顿时脸红的低着头，小嘴吧唧吧唧的吃了起来。随后2节数学课过去，刘子阳抱着篮球吆喝着几个同学一起出去放松。郑岩松应声回道：你们去吧，我去图书馆。说罢他就拿着几本书和习题准备去图书馆。一开始众人你就吹吧，却不料郑岩松真的去了图书馆，这可把大家看傻了眼。不仅如此，随后的每一节课下课，几乎只要是有时间，郑岩松都会去图书馆学习。这种巨大的反差直接让同学们怀疑人生。几分钟后，班主任梁雨婷突然走了进来，笑道：上课前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前几天我们不是提到过一个学习小组的构想，林一飞同学也提出了这个学习办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后便按照我之前的建议把小组分配了。然而就在此时，我突然举手：老师，我建议每一个同学最多只能加入2个学习小组的科目，让大家的学习方向更明确，同时也减轻了小老师的负担，否则一个班30-40人全都过来问，谁也受不了啊。梁雨婷露出了赞赏的表情，笑道：可以，那就这样办。此刻在派出所里，犯罪分子已经被抓到，一大群被培训机构骗了钱的家长都聚在一起嚷嚷，为什么二中的钱可以拿回来，我们实验中学和华师的钱怎么就退不回来？一下子派出所里闹成了一窝粥。此时一位民警叹了一口气，大声地喊道：第一，你们的钱不是说追不回来，是正在追，还没有那么快。第二，因为人家二中的学生报案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把诈骗团伙的银行卡给冻结了。但是这个机构很聪明，把你们几个学校的学生学费分开收，我们冻结的那个培训机构账户全都是二中学生家长交的钱，至于你们的那些账户，等警方拿到受害者名单去银行的时候，钱已经被人转走了，所以不是我们区别对待，明白吗？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其他学校就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被骗，人家学校有人发现了，这才成功挽救了损失。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还有二中的家长，你们也别谢我，要谢就谢报警的那个学生，好不好？要不是那个学生看出问题，估计你们的钱也要被转走了。民警看了一下档案记录，然后笑道：报警人叫林一飞，高中生，报警登记的受害者是刘子阳，二中高3、4班的一个学生。奇怪，这个林一飞的学籍怎么是一中的？民警倒吸了一口气，一中的学生给二中的学生报警，话落家长们都蒙圈了啊！几个一中的家长都目瞪口呆，这不对吧？那我们一中的怎么还不知道？一大群一中的受害学生家长都气愤极了，当即就约定要一起去学校讨个公道。半个小时后，20几个人便来到了一中的学校门口，一路走一路骂，来到了高3教师办公室。老师们见此情景都吓坏了，此时学生们也好奇地看着老师办公室。见状，物理老师秦书慧赶紧上去安抚道：你们慢慢说，到底要找谁？哪个班的？什么报警？几个家长理直气壮地走了出来，问道：你们知道林一飞是哪个班的吗？他明知道中大考试是骗局，结果给人家二中的学生报警，都没给我们一中的学生说一声。现在人家派出所说了，被骗的钱只有二中的能追回来，这不是妥妥坑人吗？人家说林一飞是一中的学生，谁是林一飞的班主任呢？站出来！话落，秦书慧立马拿起手机就给宋文博打去电话。很快，班主任宋文博就回到了办公室里，看着这一大群人也都呆住了。是谁找我？家长们当即冲上去就把宋文博围了起来。你就是林一飞那个班的班主任是吧？